猪肉5毛1斤的80年代，我打一套组合柜就能狂赚1200块，别人3天饿9顿，而我却能实现娶村花自由。只因我带着55岁的记忆重生在80年代。上一世我听三姐的话娶了徐艳梅，新婚3个月她就卷走所有钱财跟3个男人跑了，我成了梨园村的笑话，被人指指点点，最后跳入黄河一了百了。再次睁开眼，面前摆着一套崭新的组合柜，这是我木匠出师后第一次独立打造的。榫卯结构上我已经青出于蓝，整套柜子没用一根钉子严丝合缝。可如今两世为人，我觉得他土的掉渣，正准备拆了重来。三姐林桂芳推门进来，马上过了年你就22了，早该娶个媳妇了。徐家大妹子，你要是愿意，我明天就把100块彩礼送过去。我一口咬定，徐艳梅不行，我就稀罕苏婉晴、苏支书的掌上明珠。三姐急了，你知道彩礼要多少吗？1000块，就算你三姐夫赵铁柱是村支书，俺家也拿不出来。三姐，我这辈子非苏婉晴不娶。苏支书喊出1000块天价彩礼，不就是想把闺女嫁到城里去吗？苏婉晴不娇气心上，我死活不松口。三姐丢下一句，想娶苏婉晴，你先挣个1000块来。行，三姐，7天后你再来看，7天后你不偷不抢，要是能有1000块，三姐我豁出这张脸皮也帮你把苏婉晴娶回家。接下来7天，我吃住都在东屋，把组合柜改得洋气，刷上桐油原木纹理特显眼，4个柜子加1个条柜还能随便组合。我把组合柜搬上平板车，直奔一口井乡市集，这儿成交规模最大，城里人也常来。我摆好柜子，坐在车把上啃红薯干。中午一个老头驻足，你这家具怎么卖？大爷，我这是南方正流行的组合柜，只此一套，1200块包上门安装。老头缩着脖子就走了。旁边灭将大哥劝，小兄弟，你敢叫1200，10天8天也卖不出去，太贵了。大哥货卖有缘人。话音刚落，一对中年夫妻停在柜前，女的穿件洋气滑雪衫，我看她眼里发亮，心里有数了。男人点了根一品梅，小兄弟，你这组合柜打算怎么卖？大哥一看就是识货的行家，您觉得这手艺怎么样？男人摸着榫卯痕迹，这手艺没个30年下不来，是你师傅做的吧？大哥果然是行家，这是一位老师傅花半年亲手打造的，北港就这一套，1200块。男人看了眼女人，包送货上门安装吗？那必须的，服务到家。那行，你拉上柜子跟我们走，我跟着他们到县机关大院，搬柜子上楼装好。从女人手里接过120张大团结，反复捻了捻，确认是真钱，直奔三姐家。她正发愁借遍小叔子也才凑600块。我抱着三姐家老二赵小文走进来，吆喝三姐，放下赵小文，我唬她，下回再让我看你在河边玩，舅舅见一回打一回。说着我掏出钱，1200块一分不少，尽数摆在她面前。三姐惊了，妖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靠自己手艺挣的，就那套组合柜，今天刚卖掉。三姐激动的转身冲老家方向核实，爹娘，妖弟终于学成出师，有出息了。他数出20张塞给我，这钱你拿着。苏支书那只要1000块彩礼，办喜事哪能让你掏钱？就算爹娘不在，你4个姐姐都在吗？三姐叹口气，就这能不能过苏支书那关还不一定，有三姐帮忙肯定无往不利。三姐夫赵铁柱骑着28大杠载着三姐，直奔苏支书家。苏支书家5间红砖大瓦房，在村里格外显眼。赵铁柱喊，苏支书在家吗？我是梨园村的赵铁柱啊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苏支书接过媳妇手里的一品梅，拆开递赵铁柱一根，自己抽旱烟。见三姐放下2条一品梅，苏支书问赵老弟，这么破费是做什么？苏老哥，今天我和贱内来讨一桩喜事，老哥你若是答应，今后咱们2家就是亲上加亲。苏支书眼睛一转，敢问赵老弟是替哪家孩子说亲？自然是我小舅子，跟你同村的林建国，他如今木匠出师，一身本事人也勤快健壮。苏支书皱起眉，赵老弟，婉晴是我最疼的小闺女，高中毕业人才漂亮，说个城里人家过好日子不为过吧？赵铁柱连忙说不为过，不为过。说着掏出包红纸的1000块放在桌上，苏支书要求的彩礼，我小舅子靠自己挣到手了，他都没放热乎，就催我们过来提亲。西屋门帘后，苏婉晴探出头，听说提亲的是林建国，又知彩礼是他自己挣的，刮目相看。可苏支书不松口，沉吟片刻，林建国这孩子我知道，他是肯干，可他不是城市户口，将心比心，我姑娘跟他还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所以这事赵老弟恕老哥不能答应。他起身把烟塞回赵铁柱手里，态度坚决。离开苏家，赵铁柱2口子顺道路过我家，直奔东屋。我还在灯下忙活。赵铁柱叹口气，我递给他一颗烟，早知道派个中间人去提了，省得丢三姐夫的面子。赵铁柱摆手，我有什么丢面子的？拿着你挣的1000块，我腰杆挺得笔直。可老苏头压根不信这钱是你挣的，他说的将心比心，我也反驳不了。他说的是实话，你自然反驳不了。没事，三姐夫。赵铁柱犹豫着说，我还听说城里有人来提过亲了。苏支书收了人家的礼，妖弟你这怕是白搭。话没说完被我打断，能打听到这个人吗？我估计这人多少有点问题，看着不太对劲，有些阴质。赵铁柱没当真，点头，回去我打听打听，帮你问问。对了，三姐夫，你再帮我问问谁家想打组合柜的，我包工包料1200块一套。行，我一并问问。那你们早点回去，天黑我就不留你俩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烧了粥就着咸菜对付完早餐，剩的给了大黄，戴好劳保手套和隔音棉团，开电锯加工木料。今儿得忙一上午。9点多有人叫门，我开着电锯没听见，电锯停了，才瞥见院子里有个人影。谁啊？是我，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？我探出头见是苏婉晴，赶紧跑堂屋套了件破工字背心。她没等我起，背着双手进了东屋。东屋全是工具，我连忙跟过去，怕她受伤。她盯着我锯的榫卯模子感兴趣，我跟她解释了几句，俩人倒找回了同窗的感觉。刚才你真的认出我来了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敢认。可我转念一想，10里8乡的漂亮美女，除了我老同学苏婉晴，没旁人了。油嘴滑舌，苏婉晴揪着嘴，她指着木头问：你打算做什么？打几套组合柜？如今南方正流行的。我摸出翻烂的杂志给她看，她边看边问：这么说来，那1000块彩礼真的是你亲自挣的？当然，如果有1分钱是假的，叫我天打雷轰！哎，苏婉晴连忙打断，俩人又聊了些同学的事。快到中午，她才走。她一到家就帮着妈把饭碗放到八仙桌上，开门见山：爸，我要嫁给林建国。苏支书火冒三丈：你发什么癫？这是哪有自己做主的？婉晴不让步，我去看过他了，我相信那1000块钱彩礼是他亲自赚的，所以
所以他有能力让我过上好日子。倒是城里那个人，让我一看就不舒服，感觉黏哒哒的。姓林那小子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是不是上午去找他了？是啊，我们是晚小毕业的同学，聊了很多呢。苏支书气急，冲端菜的媳妇喊：你也不管管！支书媳妇张秀英慢条斯理：我管，我怎么管？腿长在他自己身上，我能看得住吗？苏支书一跺脚，跟孩子面前提这些干啥？张秀英对回去：我光明正大有什么不能提的？偷偷摸摸不像某些人，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婉晴早听惯了父母吵架，不管爹答不答应，她明天还要找我。第二天，苏婉晴一到，我就拿出昨晚雕的木偶递给她。昨晚睡不着，就照着你的样子雕了一回，没想到还是没你真人好看。她接过木偶摸了摸，说：你刻的挺好的。说完就拧身走了。之后我忙着开3套组合柜的料，想赶在5个月后的通货膨胀前囤够钢筋水泥。又过了一天，苏婉晴拎着一饭盒饭菜来，里头握着肥肉和鸡蛋，我馋得直流口水。她双手托腮看着我吃，大黄闻到肉味狂吠，我理都不理，这是未来媳妇做的，谁也别想抢。我3下5除2吃完，她又掏出2个烤红薯，剥了皮递给我，你先吃，我这不还有的吗？我接过来吃完，红薯皮丢给大黄，他只能舔舔残余的瓤子。自打吃了他的饭，我2天没见着婉晴，正惦记着徐艳梅来了。她个子矮，体型壮，脸盘大，还带着刻薄相，一开口那凉薄讥讽的语气，我立马认出了她。呵呵，是不是还在想支书家的掌上明珠苏婉晴呢？我劝您呢，做人还是要现实点，找对象之前要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个。老话都说了，娶媳妇娶贤，那些才能色呢。苏婉晴不适合你，既然三姐先前托人跟我爸提过，我也就不拿瞧了。我不嫌弃你家里一穷二白，愿意跟你过苦日子，毕竟同甘共苦才能苦尽甘来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他怎么变了性子？后来才知道提亲的事传遍了，他以为我家有闲钱。你走吧，我没看上你。徐艳梅炸了毛，两手叉腰，把你给能耐的，不就是有个1000块钱吗？真当苏支书看上你这点钱，还做着迎娶苏婉晴的春秋大梦呢。姑奶奶不怕，明着告诉你，等你吃不到苏婉晴这天鹅肉，回头再来找姑奶奶，可就不是这么个价了。我伸手撵他，放宽心，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会找你，拜拜了您嘞。苏支书家，婉晴被禁足了，他拍着房门喊：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？他妈张秀英冷淡回应：叫什么叫？叫魂呢？哎呀妈，你怎么也不帮我？往常你对抗我爹，我哪回不是站在你这边？你忘了？你就这么稀罕那小子？当然了，我们同学9年，知根知底。妈，你不也说过，当初想要嫁给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如果不是下乡插队，也轮不着被我爹捡了便宜吗？我还跟你说过，努力嫁到城里去，脱离农村这个鬼地方，你怎么没听进去？反正我非林建国不嫁，城里那个病秧子，让人一见就不舒服。张秀英多问一句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病秧子？没事别咒人家。婉晴道我本来也不确定，可自打见过林建国那20郎当小伙子的精气神，我就彻底确定了，城里那家伙一定有病。张秀英一理，你怎么见过小伙子的精气神？你跟林家那小子究竟怎么样了？哎呀妈，你想哪去了？数9寒天的，林建国赤膊在家打家具，这是换做城里那男的，他成吗？城里那人家条件好，用不着吃这苦。妈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行了，老实待着吧，等你爹回来再说。这2天城里提亲对象有病的消息传了过来，苏支书托人打听，确认是真的，他气急败坏的回来，身后跟着媒婆冯大嘴。冯大嘴急得辩解，苏支书，这事我是真不知道啊，你千万要信我。哎呀，我可冤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苏支书没理他，让媳妇把聘礼和彩礼拿出来，亲自写了收据，让冯大嘴签字画押。冯大嘴提着礼品跌跌撞撞走了。婉晴在屋里喊：爹爹，该放我出门了吧？苏支书挥挥手，让媳妇开了门。婉晴刚要跑，就被他喝住，站住，这黑灯瞎火的你往哪跑？年轻人瓜田李下也不知道避讳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事，明儿再出门。婉晴收住脚，笑着讨好他。他听出来了，爹不再反对他找我了。苏支书却在琢磨，家里落了脸，林家还来不来提亲？没一会儿，张秀英在外头喊：当家的，快出来，出来！苏支书不耐烦的出去，一看是赵铁柱2口子，立马堆起笑：哎呀，赵老弟，快里面请！赵铁柱带了2条烟、2瓶酒、2条猪腿、2条10斤大鱼，远超他预期。婉晴也迎出来，叫了声三姐、三姐夫。苏支书喊：婉晴，快泡茶，泡好茶。俩人聊得投机，苏支书拍着胸脯，保证将来会提携姑爷，让他成为全村的骄傲。他收下1000块彩礼，把烟酒猪腿鱼各退了一份，这是礼数。聊到婚事，苏支书问赵老弟：依你看俩孩子，这婚事什么时候办？该怎么办？赵铁柱道：苏老哥，你说一我不说二，能办到的要办，不能办到的创造条件也要办。苏支书道：依我看呀，趁着年前的好日子，趁早办了。我这小闺女年纪不小了，换成别人家都抱孩子了。爹，婉晴不依了。赵铁柱道：年前也没几天了，匆忙操办起来，会不会委屈了弟妹？婉晴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2条麻花辫都甩到脸上了。林桂芳笑了，觉得她傻得可爱。苏支书大手一挥，不委屈，家里嫁妆早就准备好了，现成的也就是买满3大件，置办几身新衣服，小屋那边布置新房打新床之类的，需要帮忙的话只管言语。赵铁柱道：苏老哥，有你这话就够了，幺弟那边我来办，办不好你拿我试问。苏支书催媳妇准备晚饭，赵铁柱2口子却执意要走，不能没分寸。离开苏家，他俩直奔我家，隔着老远，赵铁柱就喊：幺弟，幺弟！我正捧着碗玉米糊糊边吃边转，他大喜道：幺弟你要娶媳妇了。苏支书那边同意了。林桂芳下车，赵铁柱才补充：如你所料，城里那人还真是个病秧子，把苏支书气坏了。我跟你三姐趁热打铁，一拍即合。我看着三姐手里的猪腿和大鱼就明白了。赵铁柱盯着我的碗，还有没？我跟你三姐都还没吃呢，巧了今晚刚烧的，还有大半锅，正好边喝边聊婚事。林桂芳把猪腿和大鱼挂到东厢房，提醒我夜里别睡太死，小心贼惦记。知道了三姐。我问赵铁柱：三姐夫你刚才什么意思？婉晴打算年前就进门，对，这也是苏支书的意思。我还想着多挣点钱再娶她进门。林桂芳端着2碗玉米糊糊出来，2口子过日子长远，早嫁晚嫁都一样，你不必拘泥形式。3人边喝边商量筹备的事，大多是三姐说，三姐夫应着。唯一要我做的就是打一张婚床。我拍拍手，放心，我就算不吃饭不睡觉，也得把这事办漂亮。赵铁柱
露出心照不宣的笑，被林桂芳啐了一口，说她把我带坏了。聊完差不多快9点了，三姐两口子走后，我在西厢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摸出木头，不用点灯也能雕婉晴的样子。忽然院里传来轻响，起初没在意，可大黄没了动静，我立马攥着刻刀起身，从堂屋门缝一看，一道人影正蹑手蹑脚摸向东屋，那是我放组合柜料板的地方。什么人？我大喝一声，猛扑过去。小头个头不高，见我1.8米的个子，腿都软了，掉头就跑，差点摔倒。他是翻院墙进来的，被我追得没出头，很快就被我捆结实丢在院里。我去看大黄，他被下了药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我气得踹了小偷几脚，他连连告饶说喂的是昏睡药，我还是兑了肥皂水给大黄灌了下去。5、6分钟后，大黄缓过劲，开始吐水，半个钟头才勉强站起来，依旧蔫蔫的。我越想越气，又踹了小偷几脚，他竟哭了起来，反倒把我气笑了。我拿手电筒一照，这小子留着3、7分汉奸头，看着脸熟。说说你叫什么？家里几口人？我叫黄二彪，村里人叫我彪子，家在2道围子，就我和爹娘3口，就你一人，有同伙吗？他吞吞吐吐，有人叫我干的，算同伙不？是徐艳梅，她说你能拿出1000块彩礼，家里肯定有钱。第2天一早，我直接把黄二彪扭到村部，正巧苏支书也在，就让质保赵主任把人交到派出所，跟准老丈人打了招呼，我就回了家。刚走几步，身后传来铃铛声和笑声，是你啊？是我，你走得真快，我骑车都得加把劲才能赶上。苏婉晴捏着刹把减速，快上来，我带你。你都说加把劲才能赶上，我再上车，你不更慢？随便你。他仰着脖子，像只骄傲的白天鹅。我们一前一后回了家，我把夜里的事跟他说了。我俩刚到家没多久，徐艳梅就披头散发找上门来，坐在我家门前哭嚎，喊我还她男人。我懒得搭理她，苏婉晴却把我推进屋，交给我，我来对付她。不行，我怕你吃亏。苏婉晴没理我，走到门口讥笑徐艳梅，就你这样也想嫁给我家林建国？做什么美梦呢？抢我男人，你还不够格？徐艳梅懵了，没想到娇生惯养的苏婉晴这么生猛，想不到我男人就指使你的狗男人黄二彪来偷彩礼，等公安局的人来抓你吧，正好你们俩这个年不用再嫁过，省口粮。话音刚落，一辆蓝白跨斗警车就来了，民警走到徐艳梅面前，徐艳梅是吧？跟我走一趟。她扑通跌坐在地，警车呼啸而去，围观的邻居也散了。苏婉晴昂首挺胸回屋，没给你丢人吧？我竖起大拇指，太给我长脸了。她看见我在处理粗长的木头，好奇问这是做什么？组合柜用不上这么粗的。我眯着眼看木头，打一张我们俩睡的新床。苏婉晴俏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，我翻出杂志给她看，你看这是西式宫廷风，这是中式传统风，这是中式现代风，这是中西结合小资风，你喜欢哪种？她羞涩道，我觉得都挺好看，床只要结实就行。我没停手，时不时画草图，不满意就扔。她劝我一张床能睡觉就行，别费那么多脑筋，这婚办得太匆忙，没新房子委屈你了，一张新床我还是能给你的。她没说话，捧着发烫的脸颊嘀咕了几句。下午气温回暖，赵铁柱带人来，拉了半车生石灰，2袋水泥和1车沙子，要帮我粉刷老房。距离结婚就10来天了，我散了圈烟，把老宅交给他们。大黄的狗舍被拆了，拴到了弃用的猪圈，鸡舍也拆了。苏婉晴嘟囔，我还想养几只鸡下蛋呢。别急，最迟明年年底房子全推了重盖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那得花多少钱呀？钱挣了就是用来花的。正聊着，赵铁柱兴冲冲跑进来，幺弟，队里有户人家要组合柜，说最好蒙3合板，阳气好打理。没问题，价钱不用看我面子，他家有钱。赵铁柱说完就走，我冲婉晴耸耸肩，你看挣钱的机会来了。苏婉晴也高兴，三姐和三姐夫对咱们真好。他这话点醒了我，这年头人就爱阳气，我立马有了婚床的设计思路。他主动生了煤球炉子烧热水，给干活的师傅们备着。转眼到了腊月14，三姐林桂芳，四姐林翠萍，二姐林玉兰，大姐林秀珍陆续赶来。这是婉晴头一回见全我姐姐们，心里很忐忑。三姐早有预料，让我带婉晴去县里，一是散心，二是买婚床的真皮、海绵和5金件。我骑上三姐夫的28大杠，载着婉晴上了县城。家里堂屋里，4个姐姐坐在八仙桌边，三姐开门见山，爹娘去世早，幺弟把娶媳妇的钱全拿出来给爹娘治病，没让咱们垫一分。如今他要成家，咱们做姐姐的该出力。我先出300，他拍出30张大团结，大姐把脸拧到一边，二姐也眼观鼻鼻关心，最后4姐掏出200块放在桌上。三姐忍不住了，大姐姐，爹娘在你后头看着呢，长姐如母，你真能视而不见。大姐梗着脖子，我没钱，幺弟能拿出1000块彩礼，还在乎我这3瓜俩枣。三姐拍着桌子，你给的是心意和良心，就算幺弟腰缠万贯，你身为长姐也该表表心意。二姐看了眼供桌上的爹娘，咬牙掏出100块，我家情况就这样，只能拿这么多。三姐松了口气，600块够办个体面的婚礼了。这时大姐甩出50块，我就这么多，多1分没有。三姐收起钱笑了，要不是幺弟不让我动手，今天你1分钱都带不走。幺弟说了，今天咱们出的钱他都会记着，将来1分不少奉还。大姐摊摊手，我就这50块。三姐摆摆手，行50就50，这是幺弟给咱们的机会，他要成大事，将来你们再想巴结可没机会了。大姐二姐很快走了，四姐留下来。三姐，幺弟的床上用品我来置办吧。三姐挑眉，你确定你家老陈不念叨？不会的。行，要是让我听到老陈说闲话，别怪我翻脸。县城的路上冷风刺骨，婉晴把围巾给了我，自己冻得瑟瑟发抖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拍着自己脑袋，瞧我这脑子，光顾着想事，把你冻着了。她红着脸开玩笑，我也没想到你骑这么快。我给她裹紧围巾，重新上车，坐稳了没？把手伸我棉袄里捂着，顺便抱紧我。这回骑慢点。知道了。到了清宫市场，婉晴嘟囔，以前觉得县里好远，今儿怎么这么近？我牵着她往里走，扯了块棕色真皮，一块高密海绵，挑了她喜欢的玫瑰金5金件，路过一堆金刚弹簧，我灵机一动，做席梦思，这年头只有高端酒店才有，给婉晴就要最好的。我又挑了足够的弹簧、海绵、无纺布，还有大红的床垫罩布，一共花了200块。婉晴问，买这么多弹簧做什么？我神秘一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对了，你会踩缝纫机不？会啊。那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，感谢组织信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们跟商家说好送货上门，就骑车回了家。到家时，姐姐们都走了，赵铁柱和师傅们
还在翻新老房，我打了声招呼就扎进东屋手绘席梦思草图。前世我做过，没什么难度，就是时间紧，得加班加点。傍晚赵铁柱让师傅们先走，进屋丢给我一根烟。你几个姐姐都给了钱，包括大姐，多亏你三姐发飙，你也知道她就是不想这个家散了。我猛抽一口烟，我明白，三姐夫，我跟婉晴一定把日子过红火，这个家就散不了，这就对了，也算你三姐没白操心。腊月15暖阳高照，小河化了冻，河边还有厚厚的冻层。老房翻新完了，轻工市场的货也送来了，我点清货付了尾款，刚收拾好，婉晴骑着昆车进院，特意在院里骑了一圈。她从头到脚换了新衣服，这身衣服真漂亮。她轻盈落地，我妈给我置办的喜服，特地穿来给你瞧，咱妈的手艺没得说，何况你长得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，油嘴滑舌。她笑着从兜里掏出一沓大团结，这是你下的彩礼钱，我爹早给我了，看你办婚事用钱紧，拿来给你。不用，这钱暂时用不上，你好好收着。我把大红布料递给她，又拿出席梦思草图，到了床垫罩子的尺寸。她抢过草图，这是什么？席梦思垫在床上特别软和，你一个木匠居然还会做席梦思，天哪，还有什么你不会的？我说过要给你最好的婚床，说到做到，弄清楚尺寸和样式。婉晴放下饭盒，迫不及待回家踩缝纫机了。我也加班加点赶婚床，期间还有人找上门来订组合柜，说是看了宋主任家的样品，就是我第一套组合柜的买主，当时留了地址。小年过后，腊月25夜里下了场雪，气温骤降，水缸里的冰又厚了一层。婉晴终于把床垫罩子带来了，我们一起把床架子、席梦思、床垫罩子搬进堂屋东厢安装。2米2宽的大床，在村里绝无仅有，真皮靠背配锃亮的五金件，格外洋气。套上床垫罩子，长宽厚度都严丝合缝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婉晴呈大字形铺上床，惊喜道：“一点都不硌人。”翻身也没动静，我才注意到大红床垫罩子上绣满了花，特别喜庆，怪不得鼓捣了这么多天。你也躺上来试试。我躺到他身边，一侧脸，气息喷到他耳边，他俏脸又红到了脖子根。大门口传来三姐林桂芳的声音：“妖弟，妖弟，你人呢？”我俩赶紧跑出去。他笑着问：“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俩了？”没有没有，三姐。婉晴脸皮薄，连忙否认：“就算打扰也没关系，反正后天你俩结完婚，有的是没人打扰的时间。行了，你也别笑了，今天你俩去领证，顺便到县里百货公司给婉晴买块上海表。婉晴嫁到咱家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填，让外人看笑话。”三姐说着塞给我200块钱。不用不用，婉晴连连摆手，我却接了过来。百货公司里全是采买年货的人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柜台前围满了人。我给婉晴选了块上海牌坤表，又添了双皮鞋，兜里就剩20块。路过家具柜台，进口席梦思标价2000块。婉晴惊得睁大了眼。回程路上，婉晴抱紧我坐在后座，28大杠到了运河闸下坡，雪后路面结冰，我慢慢骑，拐过船闸突然停住。你看看这边的家具。婉晴下车，看着路边的旧家具，摊满脸疑惑。我蹲下来打量，一眼认出是香山帮手艺，心里惋惜没钱全包。正起身，目光落在断腿太师椅上，是黄花梨。我不动声色问：“大哥，这家具怎么卖？”双手拢在袖笼里的中年人反问：“你瞧上哪件了？”我收回目光，拍了拍面前的八角桌，就这桌100块。大哥，我真心想买，20行不行？20买这八角桌，这可是香山帮的手艺，你当买白菜呢？20块只能买那些坏掉的，这些破烂能修好吗？我在坏家具堆里拨拉着。大哥，20块5件，破烂我也认了，行不行？不行我就走了，顶多2件，觉得行你就挑，钱货两清，不带后悔的。行，我装作勉强，挑了半天，选了太师椅和脚蹬子，付了钱。三姐车上绑着绳子，我俩费了劲才把东西绑好，匆匆离开。那中年人总盯着婉晴看，太让人不舒服。走出去老远，婉晴才问：“你是想买这把太师椅吧？它有什么猫腻？黄花梨的，稍加修缮，卖给识货的人，起码能赚这个数，600。哇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6000。”婉晴倒抽一口冷气，那你慢点骑，千万别把这宝贝磕着碰着里。到家时，四姐林翠萍把新做好的床上用品送来了，堆满整张婚床，2床厚被，2套薄被，2套褥子，都是新棉花打的，外罩大红大绿的被面，还有一对鸳鸯枕。谢谢四姐。婉晴欢喜地拉着四姐的手，不用谢，弟妹，四姐应该的，只要你跟妖弟把日子过好，四姐做的再多也高兴。腊月27一合婚，刚好是阳历2月14日，苏支书特意选的日子。天没亮，婉晴就爬起来换喜服、梳妆。他妈张秀英推门进来：“婉晴，你不先吃点垫垫，这一天折腾，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上饭。”是哦妈，我都忘了。张秀英轻叹：“这丫头激动的连饭都忘了。”婉晴匆匆坐到堂屋，拿起馒头就着稀粥吃。苏支书敲了敲桌面：“马上要成家的人了，处事要稳重，别冒冒失失的。”知道了爹，这200块是你爹娘给的压箱钱，自己攒着，别让那小子知道。爹，不用了，我们能挣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。张秀英不由分说把钱揣进他口袋。我家老宅里，我把大黄迁到邻居冯婶家寄养，三姐夫赵铁柱带着帮忙的人也到了。院子里垒灶搭棚，门口贴喜字对联，红纸录影一直贴到村口。三姐在灶房抹眼泪，我问三姐怎么了？没事，烟熏的。赵铁柱当了知客师，统筹婚事大小事务，迎来送往安排的有条不紊，我反倒闲了下来。姐姐们陆续到了，大姐林秀珍摸着席梦思赞不绝口：“妖弟，这真是你手工做的，这么厚的垫子，冬天好办，夏天怎么睡？”这是单面席梦思，翻过来就是凉席。姐姐们啧啧称奇。大姐立马说：“妖弟年后你给大姐做个席梦思呗。”行啊，等我年后开了厂，你们想买几床买几床，但得照价付钱。及时到，鞭炮声里，我领着9辆清一色凤凰自行车接亲队出发，一路上过桥放鞭炮，玉兰路的就撒糖撒烟。到了苏支书家门口，早已人
人山人海，亲戚们起初带着居高临下的眼光，见了我与婉晴郎才女貌，再接过我散的喜宴，堵门的人散了大半，剩下的交给接亲高手，花了6包烟就解决了。我进了闺房，看着明艳照人的婉晴，认识你15年以来，你今天最漂亮。闺房里一片喝彩，藏红皮鞋的伴娘也主动交了出来，我亲手给她换上，她伸手给我擦汗，又引来一阵哄笑。我俩到堂屋给苏支书和阿姨敬茶，他们欢欢喜喜应了，给了红包。按习俗，新娘子出门脚不能沾地。我见苏家堂弟身板弱，直接公主抱把婉晴抱出了门，她撑开红伞，我俩相视而笑。接亲车队往回走，苏家18挂平板车送亲队跟在后面，每辆车上都绑着嫁妆，19垛熊猫彩电、蝴蝶牌缝纫机、大衣柜、梳妆台，样样齐全。回到家，上万响鞭炮响起，孩子们围着要看新娘子，我兜里的糖散完了，多亏赵铁柱早有准备。赵铁柱请了我师傅孙四爷来接敬茶，师傅乐呵呵的接了，给了红包。我把婉晴送到婚房，塞给她一把花生糖垫肚子，就出去应酬。苏家送亲队以二叔苏国栋为首，他看到婚床，这床垫了席梦思，我做的，冬夏两用，不比进口的差。小伙子很能干，很快嫁妆都搬进屋，送亲队吃了点席就走了。我端了碗4喜丸子进屋，婉晴起初不好意思吃，我关了房门，她立马狼吞虎咽吃了一个。婉晴被我看得脸红，蜻蜓点水亲了我一口。这时大姐家的周苗苗冲进来，举着半碗干切肉片，舅舅你怎么一脸口红呢？我急忙去擦，她笑得直不起腰。后来她塞给我一个红包，我妈小气，我替她补上。我是你舅，能要你钱，快收起来，你真变了，变得不老实了。呸，怎么说你舅的？你要是老实，能骗到我舅妈这么漂亮的媳妇？我竟无言以对，把她赶了出去。2顿流水席散了，送走宾客已近9点，赵铁柱和三姐也走了。夜深了，婉晴问脚洗了没，牙刷了没？洗了，刷了，不信你闻。可我害怕，媳妇，今天咱这床垫长脸吧？有人预定了2床，我师傅都问怎么做。哇，你好厉害！我打算年后开个家具厂，多做席梦思，这是好事，我支持你。不过床垫缺试验，你得陪我试试。那怎么试？很简单，你放松配合我就行。堂屋的钟敲10下，试验才算结束。咱这床垫不错吧？可我觉得试验还不够充分，那咱接着压力试验。腊月28，公鸡刚叫2遍，婉晴就摸黑起床了。她打开大门，发现三姐和三姐夫早等在门外。三姐、三姐夫，你们怎么不喊我？喊什么？我们也刚到。三姐抢过她手里的扫把，压低声音问：昨晚睡得好吗？婉晴脸红到脖子根，点了点头。三姐眉开眼笑：你歇着，这里有我们。婉晴去烧开水，我也揉着眼睛起床了。三姐热了菜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。她拿出2条烟、2瓶酒、2瓶麦乳精、蜂蜜和白糖果子，满满一网兜。三姐，这太多了吧？婉晴迟疑着：不多不多，苏支书赔了那么多嫁妆，咱面上得过得去。媳妇，听三姐的我说道，日子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瞅着时间差不多，我俩同骑一辆车，直奔苏支书家。去苏支书家的路上，撞见大哥苏建军和二哥苏建强。苏建军招呼我下车抽了根烟，再重新上路。分开后，婉晴说我哥今天不大对劲呀，这是好转变，别多想。苏建强却凑过去问苏建军：大哥，你真拿那小子当盘菜？苏建军悠悠道：咱爹纵横10里8乡，啥时候看错过人？何况二叔昨儿回来也对他赞不绝口。苏建强梗着脖子：爹也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二叔没准喝多了说酒话。到了苏家，我刚叫完爹妈，就被苏支书叫进里屋。二叔苏国栋也在。苏支书问：你昨天跟老二说要办家具厂，是真是假？爹，二叔，厂肯定要办，现在组合柜和席梦思单子不少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是条件还不成熟。需要什么条件？我散了烟，场地人员资金先不说，最关键是上头政策，现在鼓励个体户，但招工有限制，顶多整个家庭工厂，做不大。苏国栋提议：有大哥在，你以村里名义办厂不行。苏支书抢先否决：以村里名义，所有权说不清。建国把厂子做大，盯上来吸血的蚂蟥拦都拦不住。你以招徒名义找人帮忙，我点头这行可我刚出师，没人来拜师。苏支书拍胸脯：不难，我给你找几个机灵小子。谢谢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去吃酒吧。我走后，苏国栋叹：大哥，你找的好女婿，日后成就怕是在你之上。苏支书得意道：我就是个守家的村干部，建国在小辈里确实头1号，比陈瑜那口子小学校长强多了，也是婉晴命好。席面上婉晴护着我，陪客们不敢多灌酒，只频频相邀，酒足饭饱。张秀英把婉晴拉进房，他对你好吧？婉晴说：好着呢，我爹和二叔都夸他，你别惯着他，别让他骑你头上。妈，你说啥呢？我们俩好着呢。张秀英没再多说。午后有点凉，我们起身回家，带回去的礼物比带来的还多。婉晴挺不好意思，路上又碰到烂醉的苏建强和满头大汗的苏建军，我们赶紧下车关心。苏建军数落完苏建强，拉着我说：妹夫，你那张床做的不错，比南方大城市的还洋气，那垫子比弹簧垫舒服，大哥也想要。想啊，得花不少钱吧？钱其次，我这几天单子多，800块钱包工包料都推不掉。苏建军愣了愣，行，我先把你二哥弄回去，以后再说。好嘞，大哥走好。到家时，赵铁柱正带着帮忙的人开2桌席，吃完这顿，婚事就彻底结束了。我们坐下敬了一圈酒，是真喝，心里是真感激，尤其是三姐2口子。4点多，众人散了，三姐留下不少东西，一一交代婉晴。赵铁柱把我叫到堂屋，核对这2天的开销和礼钱。这年头礼金都是3块5块，加上流水席，本是亏的，可他给的账却平了。三姐夫，你和三姐想贴补我明白，差多少钱直说，我慢慢还。赵铁柱嘴硬，没贴补，真刚刚好。我做事要去核对，他才拿出真账本，亏了120多块，加上4个姐姐添的650块，我总共欠了770多块，问题不大。谢过赵铁柱，我给三姐找礼物，他推了半天才收下，正要送他们走，我看见院子里有个大高个在拆土灶，是刘明军。我招招手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他挠挠头，建国俺想拜你为师学木匠。行，我收下你了。他愣了愣，师傅，俺这就回去准备拜师礼，用不着繁文缛节。不行，俺爹说礼不可废。说着就跑了。赵铁柱目瞪口呆，这小子比你大不少吧？三姐说，按爹那1倍算，他比幺弟差1倍，叫国爷没毛病，被他一叫
我都觉得老了。婉晴笑道，我逗她，我成了师傅，你就是师娘。她不依的捶我，送走三姐两口子，我去冯婶家把大黄牵回来。她闻着肉香味，精神多了。我拴好她，开始收拾院子，拆剩下的土灶，搬新家具。婉晴想帮忙，却有些吃力。我知道是昨晚闹得太凶，正费劲。刘明君回来了，俺爹说拜师要挑黄道吉日，俺刚想起活没干完，有他帮忙，收拾的快多了。堂屋和东厢很快焕然一新，电视缝纫机都摆好了。忙完天也黑了，婉晴做了一桌子菜，叫刘明君留下，他死活不肯，又跑了。我们吃完，婉晴收拾碗筷，把剩的给大黄，他吃的直呼食。我打开东屋，钻头、斧头都在箱子里，组合柜框架也稳。黄花梨、太师椅和脚蹬子缩在墙角，缺木料修不了，只能等以后。我溜到猪圈边，那里堆着不少木头，都是以前砍树攒的，足够用一阵子。忽然有人从后面抱住我，我喊何方妖精，还不速速现形？婉晴嘟嘴，你才妖精呢！再过些年，妖精是夸人的词，一般女人还当不上。她立马笑了，家里忙完了，进屋吧，是时候接着检验床垫质量了。什么嘛？我是说看电视，电视哪有你好看？别闹，我妈叫咱们晚上小心点，怕贼偷礼金。放心，礼金我给三姐夫了，还欠她120块，还有姐姐们的650块。那咱用彩礼和我的400多压箱钱还了吧？不用，留着应急。婉晴欣然答应，我拦腰抱起她，她惊得尖叫，随后埋进我怀里。第二天腊月29，算30，天刚蒙蒙亮，就听见大黄叫，有人砸门。婉晴开门，是刘明君，拎着2条大青鱼。师娘，俺给师傅送鱼过年。我披棉袄出来，明君还没拜师，礼送早了。他挠头，不早，前几天鱼塘打的，一直养着。婉晴接过来，这就算拜师礼了，以后别花钱，多来学本事。哎，好嘞。他又问师傅，今天有活吗？大年30哪有活？回去好好过年，打发走他。我们把鱼放进水盆，垫了口早饭，就去乡里集市。过年的东西一样没准备，集市上人挤人，自行车系在入口，我护着婉晴挤进去，买了对联、鞭炮、纸钱。他买了鲤鱼、花生、瓜子和坚果。到家发现门口有2个箩筐，婉晴打开，我妈送来的瓜果蜜馅，还有三姐送的饺子。她翻出纸条，我妈说不想做年夜饭就回去吃，咱妈自真不赖。那当然，我妈是知青，高中文化。这么说，你跟大哥大姐不是一个妈？你嫌弃我？我搂过她说啥呢？我还得谢咱妈把你生这么漂亮。走，带你去上坟，让我爹娘见见你。婉晴准备了6道贡菜，换了素净衣服，烧完纸，她心疼我以前一个人，宣布今晚不去我妈那，我给你做饭，我也露一手，做水煮鱼。天越来越冷，大黄冻得瑟瑟发抖，我用旧家具和红砖给她搭了个简易狗棚，随后去厨房做水煮鱼。婉晴看着我倒油，心疼的不行。可菜端上来，她立马馋了。我放完鞭炮，我们开饭。婉晴倒了2盅酒，当家的过年了，说点什么？我举杯。新的一年先定个小目标，成为万元户。婉晴眼睛一亮，那我努力，给你生个娃，明年一家3口，这个可以有。婉晴吃水煮鱼吃的直哈气，却停不下来。吃完收拾好，我们钻进被窝看春晚。88年的春晚还挺有意思，可我更关心床垫质量。在鞭炮声里检验了一轮又一轮，0点钟声敲响，春晚在我们是朋友的歌声中结束，居然不是难忘今宵。婉晴嗔我，都怨你，像投牲口似的，害我没看成春晚，是我的错，我补偿你。不要了，明天还得早起包饺子。大年初1醒来发现下大雪了，拜年的人不会太早来。我们赖了会儿床，8点多才起，煮了三姐送来的饺子当早饭。雪停后，我们果然是准备出门。刘明君2口子来了，他媳妇张燕拉着婉晴夸师娘长得真俊，师傅太有福气了。婉晴正要让他们进屋，张燕拦住了。刘明君说，师傅，我爹说初5是好日子，拜师仪式放那天，你看行不？哪天都行，初3有空就早点来。哎，好嘞。他们说完就走了。我们步行去拜年，雪后路滑，婉晴的棉鞋很快湿了。我蹲下来，上来我背你。他扭捏了一下，还是趴了上来。到了苏支书家，大姐苏丽华嚷嚷，瞧瞧，妹夫多宠小妹，真让人羡慕。苏家拜年的人不少，苏支书直接把我拉进耳房，大女婿和2儿媳妇都有些吃味。我给老丈人散了烟，他说最近不少人想做高档组合家具和婚床，还有城里人托我问，他们手里多是国库券，想问问你能不能抵现，只要找你的，看你面子，国库券我收。苏支书解释，国库券是国家债券，利息15%，当初没人买，后来摊派下来，折价都没人要。行，听爹的，95折抵钱。会不会有人说闲话？谁敢说？国库券在他们手里就是死钱，你愿意收，已经给面子了。说完，苏支书让张秀英换了烟酒，催我去师傅家拜年。北港初1拜年本就不留饭，爹娘我们反倒显偏爱。我连忙说，爹妈不用换了，家里准备了，我跟婉晴回去拿就行了。爹眼一瞪，这一来一回，多走多少冤枉路。说着转头对妈道，快去拿去。出了老丈人家，我俩接着走。婉晴换了干鞋，怕再弄湿，我一蹲下，他就乖乖趴了上来。快到师傅孙四爷家，他提前下来，这是长辈家，不能放肆。孙四爷家虽不如我爹家热闹，但徒子徒孙带着家眷，也吵得厉害。我刚进门，师兄魏大成就喊我，你也才到，递来一根烟，我接过来，吸了一口，瞥向师傅那边，师傅今天心情不错啊。魏大成笑出声，不知道是不是装的，来了这么多娃娃，师傅指定没少掏红包。我俩正笑，就听孙四爷在院里朗声道，今天来的都没外人，老头子我宣布一件大好事，年前建筑站的陈站长找过我，让我主持乡里大礼堂的工程，我答应了，条件很好，5块钱1天，还包吃。徒子徒孙们一下子炸开了。孙四爷看着众人反应，目光落到我身上，尤其是你林建国，刚结了婚，指定欠了不少外账吧？开年老老实实跟我干，不出半年就还清了。我知道师傅是好意，前世也确实跟他干过这工程，但我现在家具单子都忙不过来，没精力分心，跟师兄弟们砍了半天，我才凑到师傅身边，诚恳说明情况，还保证他遇到难题我一定帮忙。这话惹恼了师傅，你别以为卖出去一套家具，就真觉得你那套组合柜能大吃4方了。师傅您别生气，我想自己闯一闯，真要不行了再回来求您，您也得管我，是不是？师傅气笑，你这小子不撞南墙不回头。那行，我就等着你撞南墙的那一天。话不投机，我拉着正跟魏大成媳妇聊天的婉晴就走，下一站必须去三姐家，其他姐姐家可不去。三姐家
家不能少，可我俩手头没零，正月登门不能空手，正琢磨着回家拿。婉晴拍了拍兜，我带钱了，咱去商店买点果子带上吧。到了村部商店，婉晴挑了蜜三刀、桃酥、花生糖和蜂蜜，全是双数。她又拍拍兜，我早带糖了。三姐家拜年的人也多，三姐夫两口子忙得没空招呼我们。我拆了包蜜三刀，逗三姐家的赵小武、赵小文玩。赵小武9岁，赵小文5岁，俩兄弟平时玩不到一块，见了零食倒凑得近。我拽过胖嘟嘟的赵小文，箍在怀里喂他一块蜜三刀。文，过年到我家去，好不好？赵小文憨憨摇头，不要不要，舅舅你会打人，爹妈不打人。赵小武凑过来，舅，我想去你家，你老是搁家上学。转头对赵小文说，文，你想去也得去，不想去也得去。赵小文被吓哭了，嘴角还淌着蜜三刀的糖水。婉晴连忙把他拉过去哄，回头凶我，他还是孩子，你那么凶他干什么？我笑了笑，没反驳。我俩陪着俩孩子玩了1个多小时，才碰到三姐夫出来上厕所。他拉着我在厕所边上抽起烟，简单聊了几句。赵铁柱问，你有没有组合柜的照片或者图画什么的？这几天也有人问起，但是因为看不到实物，都没聊得下去。他这话提醒了我，随后掏出500块，这是那家订高档组合柜给的定金。我半信半疑，三姐夫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钱不是你自己掏的吧？真不是。赵铁柱掏出工作手册，指了指空白处，你看这上面的痕迹，我给人写的收据内容还能隐约看见。我拿过来一看，确实有痕迹，这才收下钱，正好去做些画册，留一份给你。赵铁柱弹了弹烟灰，那就赶紧去做，挣钱的事越快越好。他还提了国库券抵钱的事，我跟他约定按9、8折抵扣，余下额度让他弹性处理。回去路上，婉晴问，将来要是真收了那么多国库券回来，会不会贬值成草纸？那不会，凑到一定数额，我会及时处理掉的。说话间回了家，婉晴从我背上下来，大黄摇着尾巴，却把头转向一边。我换鞋时鞋里都能倒出水，婉晴眼泪一下子掉下来，你鞋里都湿成这样了，怎的也不说一声，这样还背着我，那得多难受啊！我替他擦干净脸，捏了捏他的腮，多大点事，反正一个人湿脚总好过2个人一起湿脚。你坐着别动，我去打开水给你泡脚，活活血。脚盆里热气氤氲，我脱了袜子放进去，招呼他，媳妇一起泡，别浪费这热水。婉晴立马答应，我俩4只脚泡在盆里，一大一小，格外暖心。隔天大年初2，该回娘家了。婉晴带上给孙四爷的礼物，还有除夕没烧完冻得梆硬的生鱼片，想让我给娘家人做水煮鱼。到了苏支书家，灶房里挤满了人，3家6口加支书媳妇，我挤不进去，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琢磨着拆分组合柜和床垫工艺。大舅哥苏建军递来一根3、5排香烟，大哥，我起身要站，被他拦住。俩人点上烟，苏建军说，听爹说你愿意收国库券抵账，你该知道这国库券怎么说呢，是吧？大哥，我知道的，我会想办法处理，亏也亏不了多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那张床就做成跟你家一样是800块国库券，外加40块现钱。大哥，咱都是一家人，那40块现钱就免了，就收你800块国库券，包工包料。苏建军一脸感激，妹夫你真是没说的，婉晴嫁给你是她的福气。这话被找过来的婉晴听见，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就是我的福气了？我赶紧给苏建军使眼色，他立马起身，那什么，我去解个手，你俩聊。婉晴没追问，只说终于替你抢到了灶台，该你大显身手了，你掌勺，我天才，让他们都开开眼。我洗了手进灶房，刚倒大半瓶油，苏丽华就害得咧嘴。张秀英脸色抽了抽，却没说话。热油浇到生鱼片上，香味立马把院子里的孩子吸引过来，一个个喊着要吃。团圆饭上，水煮鱼一上桌，立马成了焦点。婉晴挺着胸脯，满脸得意，一家人推杯换盏。没多久，一盆水煮鱼就见了底，鱼片、豆芽、黄花菜全被捞光，孩子们还意犹未尽，其他菜却没怎么动。大舅哥的闺女苏小帆抹了抹嘴，小姑爷，我能去你家过几天吗？能啊，随时都欢迎。初3这天，天放晴了，屋檐上的积雪化成水往下淌。大黄站在狗棚上张望，今天是姐姐们回娘家的日子。婉晴一早就起来准备，我吃了早饭，骑车去了县城。我找到幸福照相馆，老板顾师傅一听我要拍照做画册，还是80块的生意，立马放下店里的顾客，跟着我走了。我提着2斤自家腌的咸鱼去了宋主任家，开门的是他爱人和大姐。大姐，新年快乐！是我啊，哟，小吴师傅，快请进。我把咸鱼递过去，大姐，自家养的，自家腌的，小意思不成敬意。宋主任在家呢吗？和大姐乐呵呵的接过，他不在家，你找他有事？不是，一来感谢宋主任介绍的头绪，二来想请大姐行个方便，我找人给组合柜拍个宣传照。这样啊，随便拍。顾师傅忙着打灯调光，我陪着和大姐聊天，他一个劲夸组合柜高档，还问我还会做什么。我趁机说，不瞒您说，我刚结婚，给媳妇打了个婚床，还有配套的冬夏2用席梦思床垫，不少人托我做。和大姐眼睛一亮，真的，正好，我一会带顾师傅回家给床拍照，您要是有兴趣，一起去看看，这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您能来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和大姐收拾好，等顾师傅拍完底片，我们3人直奔梨园村。到了村口，他不小心陷了一脚泥，却没影响兴致。进了院门，堂屋的3位姐姐看了过来，三姐林桂芳直接迎出来，哟，何姐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何大姐一愣，随即笑道，原来小吴师傅是你弟弟，瞧我这脑袋，早该想到的。原来宋主任是水利局办公室主任，赵铁柱之前就认识他。3位姐姐一听，都满脸惊诧。寒暄后，我领着他们进了东厢，婉晴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床单平平整整。何大姐一看见床和床垫，就喜欢上了。小吴师傅，这床我也要打一套，连床带垫子。行啊，何大姐。何大姐看完就走了，临走前还包了10块钱红包，说是迟到的贺礼。我推辞不掉，只好收下，保证尽快给他做好床。送走何大姐和顾师傅，做画册付了1半定金，约定1周后可取。回到堂屋，3个姐姐一个劲追问何大姐的来路。水利局是好单位，他们都对我刮目相看，我却只简单应付，反倒让他们觉得我高深莫测。后来赵铁柱姗姗来迟，姐姐们又后悔没让自家男人一起来吃饭。灶房里，周苗苗陪着婉晴忙活，问舅母，舅舅带来的人是你介绍的吗？婉晴摇摇头，当然不是，我都不认识，你舅舅本事大着呢，连我爹都对他另眼相看。苗苗，你在城里干啥呢？在我爹上班的
的厂里占个闲缺，工资才40多，都快开不出来了。舅母你呢？往年我在蚕桑站帮忙，一年忙4、5个月，过了年我不准备去了，帮你舅舅打下手，做些缝缝补补的活，让舅舅给你开工资。我正好进门听见，开什么工资？我挣的钱都是你舅母的，谁信呀？周苗苗吐了吐舌头。婉晴转开话题，后天拜师仪式需要准备些什么？不用特地准备，木匠拜师简单，顶多磕个头，敬个茶，咱家没茶盅，敬茶都能免了。周苗苗调笑道：舅舅，都有人拜你为师了，不仅有，一来就是仨，自己找我的，三姐夫介绍的，还有老丈人介绍的。周苗苗笑道：一门仨徒弟，那你不成唐僧了？我一愣，还真没往这想。三姐夫介绍的张宝俊17岁，头脑灵活；老丈人介绍的李六彪18岁，敦实能出力；还有刘明君已经成家了。苗苗，要不你也来拜师？我就是不想成唐僧。他摆摆手，我不要拜师也拜舅母，学女人家的本事。你舅母最近确实学了不少新本事。婉晴闹了个大红脸，却不敢啐我，怕被周苗苗看出端倪。初5迎财神，正是拜师的好日子。一大早，3个徒弟就来了。刘明君带着媳妇，张宝俊跟着赵铁柱，李六彪由张秀英领着。我让3人一起行礼，保人就找赵铁柱。张秀英交代婉晴几句就走了。婉晴要和我一起接受跪拜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却还是挺直了腰板。一拜祖师爷，3人冲着八仙桌上的锯子斧头磕了一个；二拜师傅，冲着我磕一个；三见师娘，冲着婉晴磕一个。我训话：你们今儿入门，学徒期到91年端午节，3年01节，旁人收徒只供吃喝不开工钱。我这不一样，只要你们能出活，就给你们开工钱，重中之重，安全第一。电报、斧头、锯子都锋利，你们要有敬畏心，对工具的了解要像对自己手足一样。这就是我教你们的第一个工具的认识。仪式结束，我带着仨徒弟进东屋，给每人发了工具，让他们先摸清结构和用法，自己则抓紧赶工，盼着他们早点上手帮忙。转眼过了正月15，仨徒弟的性子我也摸透了。刘明君肯吃苦，但悟性一般；张宝俊猴精悟性高，李六彪中等，却不肯钻研。他们还没出活，家里粮食就见了底。我把500块定金交给婉晴，开始让他们干些斧砍钻错的体力活。起初费了不少料子，到正月底，3人加起来能顶半个工。2月2龙抬头，河里化冻。我正想着接赵小文过来，就见婉晴靠在床上发愣。怎么了？500块花完了？没事，我在想办法。不是，他靠过来抱紧我，人家怕事。有了。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，我要有孩子了。婉晴道：只是我感觉，想确定还得过些日子，别感觉了，明天咱就去医院看看。这才晚了10天半个月，去医院能看出什么？瞎花钱，医生比咱权威，要相信医生。隔天2月初5，我给徒弟们安排好任务，骑车带婉晴去乡里医院。尿检结果出来，医生说她确实怀了。医生问：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、高血压这些慢性病以及遗传病史啊？没有。我们今后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前3个月要以保胎要紧，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，管住自己个。我连连点头，想拿点叶酸、钙片，医院却没有，只能托人去县里买。回去路上，我绕到三姐家，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她。三姐立马收拾东西要跟我们走。三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婉晴头一胎，我不得去照顾，指望你一个老爷们，能行吗？那赵小武、赵小文怎么办？赵小武送他二叔家，赵小文我带着我连忙答应。行吧，三姐又要辛苦你了。婉晴怀的也是我的亲侄子亲侄女。别说这些。赵铁柱匆匆回来，蹬着28大杠，送三姐和赵小文跟我们一起回梨园村。路上三姐一直安抚婉晴，让她安心不少。回到家，赵铁柱叮嘱张宝俊好好学本事，然后跟我聊到村口才走。三姐把婉晴安置在床上休息，我起身道：你安心歇着，我去通知爹妈。三姐笑道：瞧我幺弟多体贴你，你得争口气，给他生个大胖小子或闺女。我一口气蹬到苏支书家，老远就喊妈妈妈。张秀英出来，手里还打着毛线。建国呀，什么事儿匆匆忙忙的？妈，婉晴有喜了。张秀英一下子绷不住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孩子这么大的事也没准备，不行，我得马上收拾东西去照顾他。妈，我三姐已经跟过来了，有她照顾，你放心。张秀英松了口气，却还是说，那我也得去瞧瞧。那您跟我走，回头我再送您回来。张秀英一到，婉晴就喜极落泪。张秀英连忙劝，你现在最忌讳大悲大喜，要保持心情平静。知道了，妈，有什么需要想吃的别怕花钱，就让他去买。好了啦，妈。张秀英剜了我一眼，我硬着头皮受了。婉晴怀孕后，家里不能再开电刨敲敲打打，影响她休息，加上孩子年底就要来，我挣钱更迫切了，打算找个木工好手来帮忙。同门师兄弟都跟着孙四爷搞大礼堂工程，我第一个想到了隔壁老冯，他干活是好手，就是人缘差，如今没活干，打出来的家具也越来越粗糙。冯叔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工资5块钱一天，按月结算。另外我再招个人，我不在时以你为主。老冯乐呵呵的答应，包我身上了。当晚我又通过三姐夫找了下围村的潘师傅过来，打算让老冯牵制他一手，人手翻倍，进度也快了1倍多。我把工厂搬到村部闲置的平房，空间宽敞了，效率更高。4月春雨下了1个星期，潮乎乎的。9点多，我穿着雨衣回家，抖落一身雨水。三姐迎出来，疼惜道：再怎么拼命也得注意身体，婉晴和孩子还指望你呢。婉晴挺着肚子出来，给我拧了热毛巾。我坐下说，今天交付了3个组合柜，钱款结清，填补了3合板的窟窿，还盈余1000块国库券。俩人都松了口气。婉晴说，猪圈里的木头快用完了，再有人下单就得买木料了，剩下的活材料已经备齐了，再下单就得多买。爹说了，买木头的事跟他说一声就行。三姐端来1碗面条，握着荷包蛋，我想夹给婉晴，她拒绝，我吃过了，你快吃，别亏着身体。我默默吃完，又穿上雨衣要出门。婉晴提醒，木头的事等妈过来我跟她说就行，还是我亲自去，托爹办事不能太理所当然。雨下得更大了，我冲进雨幕。后来听三姐说，婉晴看着我的背影又哭了。到了老丈人家，苏支书看着我消瘦的脸，抽着旱烟，木头的事带句话就行，何必大晚上跑一趟？爹，除了木头，我还想订些红砖、水泥、沙子，能弄到钢筋更好。你小子这是要建炮楼，我感觉建材要涨价，家里迟早要翻建，先定着，亏不了，我可以打欠条。苏支书磕了磕烟袋锅，我以为你刚周转过来能消停些，没想到你一天都不愿等。爹，为了婉晴，我撑得住。苏支
四叔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，冲里屋喊，把家里那2袋奶粉给他带上。雨夜回到家，我站在猪圈里抽了根烟，浑身疲惫，踢到角落里几根旧木头，看着结实，擦亮火柴一看，竟是黄花梨木，一头还被烧黑了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坐床腿不行，却能修复那张黄花梨太师椅。我把木头带到东屋，跟太师椅放在一起，就洗洗睡了。婉晴看着我兴奋的样子，见我倒头就睡，才放下心来。隔天阳历4月16日，天放晴了，我跟婉晴、三姐交代，东屋的太师椅和木头别乱动，又捏了捏赵小文的腮，赶明天热了，舅舅教你浮水。转眼半个月过去，村广播播放着5一劳动节的新闻。这半月工厂出了5套席梦思床，1套给大舅哥，1套给同村许家，3套给下围村的人家，都是现钱拿货。账上多了3200块现金，加大舅哥的800块国库券，还有之前的1000块，总共5000块。我轻松了不少。晚上回家，我还能鼓到那把黄花梨太师椅，材料珍稀。我设计了3套榫卯方案，用寻常木头确定最佳方案，再加工那块烧黑的黄花梨，完美替换了坏腿，还做旧处理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。婉晴依偎在我怀里，摸着肚子说：“三姐明要回去了，我给赵小文、赵小武做了衣裳，你再给孩子添点什么？添什么不重要，我想让赵小文再留一阵子，我答应教他浮水，还没兑现。我也想留他，就是不知道三姐愿意不？我明天跟三姐说。对了，爹传信说300方红砖，1车水泥，3车沙子还有钢筋都送来了，问咱什么时候结账？最迟年底，让爹放心，年底前肯定结清，以他外孙子做担保。”我摸了摸他的肚子，别闹，这么多材料，万把块，够盖小洋楼了。爹让我问问你打算做啥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隔天一早，三姐不仅做好早饭，还收拾好了行李。赵小文抱着小熊玩具，木愣愣坐在小板凳上。我把三姐叫到一边，三姐回去之后多看着点小文，叫这孩子离水泡子都远点。你们家附近水泡子太多，别都让小武一个人看着。三姐不当回事，没事，我们那小孩那么多，也没听说谁家孩子出事。要不让小文上幼儿园去，他这个年龄可以上个小班了，那不是瞎花钱吗？那就让小文在家多住些日子。正好我说叫他浮水，还没教，你那么忙，有空教他。我被问得哑口无言。婉晴趁机帮腔，三姐就让小文留下吧，正好我跟苗苗也带得过来。说话间，周苗苗骑车到了，自打给他开5块钱1天工资，他起得比在城里上班还早。三姐一走，他更得劲。三姨，你这一走，我就能住在舅舅家了，你放心，晚上我带小文睡。三姐彻底放了心，没再坚持带赵小文走。1周后的晚上，5月8日，三姐和三姐夫神色惶惶的来了，前杠上坐着赵小武。三姐，出什么事了？三姐一开口就哭，抱着赵小文边拍边说：“今天咱庄上孙老茂家里的3娃被水鬼带走了。”听到这事，我一想起你当初提醒我的话，就一阵后怕，得亏小文被你留在这儿，否则指不定出多大事。婉晴叹道：“真是要了大人的命嘞。”赵小文被吓着，躲到婉晴怀里，只露个小脑袋。三姐夫皱着眉，村里已经决定把那个水泡子填了，其他水深过腰的地方全围上篱笆。三姐接着说：“我跟你三姐夫商量过了，赵小文回去后让他爷爷过来帮忙看着。”赵小文探出头：“妈，我不想回家。”赵小武立马批判：“你是乐不思蜀了吧？古人云，狗不嫌家贫，子不嫌母丑。小文你这样不对。”大人们都被逗笑了。三姐依了赵小文，没带他回去。赵小武气得胸膛鼓鼓的。回去的路上，三姐不停感慨：“我到现在都止不住后怕。”三姐夫一言不发。赵小武稚气地说：“之前舅舅每回过来，看见小文在水泡子边上玩，都会打他一顿。两口子异口同声：你就打得好。”赵小武缩缩脑袋，不再说话。2天后的5月10日，一大早何大姐就来了，我们正吃早饭，我连忙让她进屋。婉晴拿碗筷要留她，被她笑着拒绝：“我吃过来的。何大姐，你订的席梦思床最多5天就好了，你大可不必跑这么勤。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？”“不是对你不放心。”何大姐说：“我打听到一个黄花梨太师椅的买家，过来跟你议议。他之前来监工，发现了我修复的太师椅，当场说帮我找买家。如今他说那位老人家看过我家组合柜，认可你的手艺，也看了太师椅照片，对品相和修复细节都满意。可惜是修复品，老人家念你坦诚，出价5000块，你看呢？”我放下碗筷，爽快答应：“行。”看在何大姐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了。有了这5000块，我提前完成了万元户的小目标。5天后，现成的5套席梦思床和2套组合柜如期交付，闲货两清，黄花梨太师椅也卖了，拿到5000块现钱。算下来，我账上总共16600块，其中6100是国库券，扣除工资补贴，还剩15200块出头。婉晴抱着我猛亲，满脸欣喜：“你真棒！年前你说成为万元户，我还不敢信，没想到才半年不到你就提前完成了，这里头也有你的功劳。媳妇，你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。瞧你这段时间人都累瘦了，歇那不能。”我摇头，我年纪轻轻的，哪里歇得住？婉晴当即红了眼，哽咽道：“你这么不顾惜身体，要是把身体累垮了，我跟孩子怎么办？还能指望谁？我这不挺好的，身体倍棒，吃嘛嘛香。再说爹给咱弄了那么多建材木头，咱还欠着小2万的材料费呢，这点钱堵不上窟窿。”婉晴擦干眼泪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出去一段时间，把国库券兑了换成现钱，不干活不受累，就跑腿。去哪儿兑？去上海。那你早去早回。放心，明天我走后，你跟咱爹说一声，工厂我安排好了，老冯代班，我带刘明军出门，路上有个照应。”第2天一早，刘明军就来了，穿得人模人样。我皱眉：“快回去换身旧衣裳，带也带旧的。为什么师傅咱好不容易去趟大城市，穿旧衣裳不是被城里人看不起吗？穿得好，小偷小摸也盯上你。咱俩人出门，能玩得过人家10口8口？”刘明军乖乖回去换了衣服和行李，我们骑车去三姐家拿了介绍信，直奔县里，挤上去彭城的中巴车，靠在椅背上眯了会儿，晌午才到彭城。我们匆匆吃了碗面，就去火车站买了去姑苏的硬座票，要坐10个小时，半夜才能到。一路上我们挤在一起，故意弄得蓬头垢面，没人正眼看我们。晚上我们一着眼看到有人在车厢里游荡，路过我们身边都没停。半夜12点多，火车晚点2小时，终于到了姑苏站。刚下车就有人嚷嚷钱包丢了，急得不行。可小偷早就没了踪影，列车员也不管，一个劲催下车。我们找了间大通铺旅馆，合衣而睡。天亮后吃了早餐，刘明军看着火车站的字懵了：“师傅。”
傅，这也不是上海啊，这是姑苏。顺利的话，今晚或明天就能到上海。等街上热闹起来，我们去工行打听，得知国库券早就卖完了，民间私下交易价涨到104块。我咬咬牙，花了1天时间，把近9000块现钱都换成了国库券。我知道上海价格更高。当晚，我们带着14700块国库券，连夜坐火车去上海。下了火车，我们在墙角蹲到天亮，吃了袋肉包就去了徐家汇。我们在工行附近转悠，用1000块国库券当引子，终于有人愿意出1100块收。我见好就收，然后给刘明军使了个眼色，让他跟着那人。我们跟着那人到了吴宫大酒店，这里100块国库券收购价112块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我们分了国库券，分头兜售，最后算下来，总共赚了1744块，身上现钱达到16700多。刘明军美滋滋的把钱交给我，师傅，国库券都出完了，咱可以回家了吧？我敲了敲他的脑袋，要说你脑子就跟木头似的，咱对这一趟国库券，你没总结出什么经验？刘明军挠挠头，师傅你说干啥，咱就干啥，我都听你的。我摇摇头，走到兼卖报刊的电话亭，我先打个电话回去，然后咱们去火车站。我出门当天晚上，婉晴挺着肚子，在苗苗牵着赵小文的陪同下回了娘家，二哥一家也在，他没法单独跟爹妈说，只能当众讲了我出远门的事。爹一听就问，你说他把国库券带走，外加那部分现钱也带走了？婉晴点头，二哥一脸讥讽，我滴个傻妹妹哟，那林建国怕不是抛下你卷钱跑了？早就听说外面世界很精彩，花花世界，灯红酒绿的。他话没说完就被二嫂制止了，爹的眼神都要杀人了。婉晴一脸坚定，我相信我丈夫，他不会抛弃我，更不会卷钱跑路。对了，爹，他说每隔2-3天会打电话到村部报平安，他还说等他回来就把那些建材和木头款项结清，免得爹你这个中间人难做。爹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敢往大了想。二哥也不信，吹泥巴，他能把那些国库券换成现钱就不错了，还指着能挣钱。当晚几人不欢而散。婉晴说完事就回去了，心里只担心我在外吃不好睡不好。爹等了2天，终于接到我的电话，喂，是梨园村村支部吗？林建国，我是你爹。爹啊，婉晴还好吧？家里都还好吧？家里都挺好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爹，你也对我不放心，少拐弯抹角的。你跟我说实话。爹，我可能要过一阵子，最慢2个月，最快1个月。你是真乐不思蜀了。抛下婉晴大着个肚子不管，一去就是2个月。爹，我是想给婉晴和孩子盖小洋楼。现在国库券行情非同一般，机不可失。再说我那工厂刚走上正规，也不可能轻易放弃。更何况我要是真想抛弃婉晴，又何必让她跟你讲这事？爹这才信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松了口气，还好当初没跟他商量，他肯定不会同意。刘明军追上来，师傅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我买了几份报纸，翻看半个钟头后起身。这次我们去何市。刘明军疑惑，徽省的何市这么远？我没回答，拦了辆出租车，他连忙跟上来。后来他翻报纸才知道，何市是国库券私人流通交易的6大试点城市之一。我们半夜到何市，在火车站眯到天亮，吃了早饭就去工行打听。柜员听说我们要收国库券，以为来了傻子，可一听行里还有10多万额度，我若有所思的走了。我到机关附近打听，给看门大爷塞了几包烟，最后包圆了几个冷衙门摊销的国库券，收购价94折，94折收购，每100块能挣19块净利润。我留出200多块车票钱，半天就把剩下的16500块全换成了国库券。来晚的机关人员急得不行，我跟他们说，你们等我信，我回去跟老板说说，看他愿不愿意多收点。刘明军心里清楚，哪有什么老板，我自己就是最大的老板。之后我们就往来于何市和上海，从夜宿火车站到订长包房，从挤硬座到买特快软卧，从贴身藏钱到用公家人的手提包装钱，不是膨胀，是钱太多藏不住，而且穿的破烂带巨款，总被警察问话。我置办了几身中山装，白衬衫配上黑眼镜和皮鞋，装成公家人，给刘明军弄了保镖行头，墨镜一戴，倒也有几分冷酷。他看着我挣的钱从2万到10万，再到20万，早就麻木了。我们一直奔波到7月上旬，来回倒腾20多次，把何市明里暗里的国库券几乎扫空，才打算罢手。我给村部打了电话说明归期，就安排刘明军退房。到何市火车站时，刘明军指了指前面，师傅你瞧，那人跟咱们差不多哎。我一看猜是沈百万，传说中靠倒腾国库券挣第1桶金的人。我用1万5复制了他的神话，他挣的肯定更多。他主动递来一根华子，敢问你就是传说中的林总吧？我接过来，不敢当。沈总，你听说过我？彼此。我们寒暄几句，互留了联系方式。我们坐特快空调包厢到上海，把最后一批国库券卖掉，包里现金达到108万3000多。刨去所有花费，我们退了包房，打车去火车站，订了当晚的空调特快。凌晨到彭城，三姐夫包了辆面的来接，花了200块钱我来付。三姐夫见到我们手里沉沉的手提袋，脸色一凛。我们到北港县城，在船闸附近让面的师傅停车结账，然后提着袋子走过船闸，到了夏围村。凌晨4点，三姐披着外套开门，一见我就唠唠叨叨，直到进了堂屋。我在白炽灯下拉开手提包拉链，三姐倒抽一口冷气，三姐夫直接瞪圆了眼睛。我打定主意，这是暂时不告诉婉晴，怕她怀着孩子受惊吓。但三姐2口子对我好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半天三姐才艰难开口：“幺弟，你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吧？”我掏出记着买卖国库券账目的小本，她一看就放心了。这有多少钱？三姐问。100多万吧。三姐夫按10块1张估算，以为也就10几万，看清是100块面额，当场愣了。三姐开口：“这么多钱，可千万别马上告诉婉晴知道。”我点头，靠在椅子上就想打盹。婉晴怀的可是双胞胎，再多的钱都比不上。三姐的话刚落，我噌的坐直。三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有福气，你媳妇给你怀了个双胞胎。我媳妇万岁，困意全消，我恨不得立马飞回去，但现金得先存银行。吃过早饭，我和刘明军跟着赵铁柱直奔市里4大行，把108万存成5份，4份25万1年期定存，1份5万3个月定存，剩下3万3带在身上。我点了800块给赵铁柱，还你之前结婚的窟窿，其他3位姐姐的麻烦你带给他们。赵铁柱点完钱，又递来3张大团结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以后缺钱我找你借，不占这便宜。行，三姐夫我不回你家了，车我找人骑回去。对婉晴，记住一切以娘仨为重。赵铁柱又叮嘱刘明军，任谁都别说，别给你
师傅招呼。刘明君点头，我知道。我们拦了辆面的，跟赵铁柱挥手告别。梨园村这边晚晴一夜没睡，天不亮就站在树底下等我。周苗苗摇着蒲扇喊：“舅妈，你就坐下来歇歇吧，再站就成望夫石了。”晚晴头也不回，我站着凉快些，谁信呢？面的拐进村口，晚晴连忙喊：“苗苗，你看是不是你舅舅回来了？”舅妈，那是面的，老贵了，我就能舍得。话刚说完，面的就停在门口。大黄兴奋的狂吠。刘明君先下车，我跟着下来。晚晴眼眶红了，刚要迎上来，突然转身奔厕所去了。周苗苗啃着甜瓜笑个不停。师傅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刘明君想溜，等等我掏出5张老人头给他，这是你工资，别跟别人多说。师傅哪用这么多？他想推辞，我直接塞给他撵他走。周苗苗蹦过来，舅舅，出去挣了几个钱。我摸了摸赵小文的脑袋，漫不经心，说出来吓死你，你说一个试试。晚晴从厕所出来，我赶紧上前扶着。媳妇你真伟大，竟然怀了双胞胎，怎么发现的？三姐带我去县医院检查，医生一开始觉得胎心乱，用新机器一查才知道是双胞胎。周苗苗补充是 B 超，我问过我妈了，我小姨也生过双胞胎，很顺利，是我们家有这基因。晚晴笑着宽慰我，那也得有我的努力，不然老丈人怎么没养双胞胎闺女？我们带着赵小文坐在凉棚下，我拉开手提包，掏出3沓钱和散钱。媳妇这次挣的3万3都在这，多少？晚晴激动的身形不稳，周苗苗连忙扶住她。周苗苗扶住晚晴，自己也惊住了，半天没回过神。这么多钱都是你合法挣来的？当然是合法所得。我暗自庆幸只拿了零头出来，没吓着她和孩子，打算等孩子出生再告诉她存折的事。晚晴本就不图我挣大钱，只求我平安，见了这3万3已经很满足。媳妇，扣除爹赊的材料钱，就剩1万出头了，那也是净赚，我知足，都交给你保管。周苗苗拉着赵小文，咱们走，都快被酸死了。小文你呢？赵小文一本正经，姨姐，我很好。中午晚晴下了青菜面，每人一个荷包蛋，我的碗里有2个。看赵小文吃得急，晚晴身形也没胖。我问周苗苗，家里平时吃的不如这顿？她瞄了眼晚晴，点点头。我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拨给晚晴，宣布从今晚起，咱家每顿必须有鱼有肉，苗苗负责买，每天10块钱，从你舅妈那只。知道了。晚晴边硬边往我碗里拨荷包蛋，被我拦住。有，你也留着，你至少得吃3个。最后晚晴挑了1个给赵小文，自己留了1个。吃过中饭，我推出28大杠，媳妇，今晚我跟爹清账，钱你帮我准备好。知道了，早点回来。我直奔村部的工厂，路上遇见熟人打招呼，半个钟头才到。一进门就见老冯和潘师傅闹别扭，原来是为了电报的使用。我叫过张宝俊，你们留意工厂缺什么工具，报给我买。随后分别找老冯和潘师傅谈话，宣布再买2床电报，有需要再跟我说。俩人立马消了气。我留了一条烟，去隔壁村部找苏支书，碰巧他和许博、李会计都在。许博笑，老苏，你这小闺女婿比你俩儿子成器多了，家产不如留给他。许博、李叔可不敢这么说，爹的家产留着养老。我递过烟，苏支书扯着我蹲到槐树下，说吧，找我啥事？爹，今晚把红砖、沙子、水泥、木头的钱统一清账，劳烦你做见证。行，有出息。苏支书点头，晚上早点过来，咱爷俩弄2盅。从村部出来，我买了2个沙瓤大西瓜回家。晚晴正带着赵小文在凉棚下歇着，赵小文在凉席上滚来滚去。舅舅，西瓜！赵小文立马蹦起来，我把西瓜拎到水井边，赵小文抢着压水，使出浑身劲也压不动，满头是汗。我上前搭把手，很快打了一盆冷水，把西瓜浸在里面。苗苗呢？拿到菜钱，迫不及待去乡里买肉了。晚晴笑着说。这时外面传来卖冰棒的吆喝声，想吃冰棒不？我问赵小文，想。我叫住卖冰棒的，给赵小文和晚晴各挑了2毛的雪糕，自己拿了1毛的绿豆冰棒，总共花了5毛钱。回到凉棚，我们仨边吃边聊。晚晴要把雪糕给我，我说只喜欢绿豆的，他吃了一口，递过来让我舔，俩人都满脸通红。好在赵小文不懂，我跟晚晴说买电报的事，他立马答应。我正想跟你说，你走这2月，席梦思多了20单，组合柜多了10单，人力都紧了，先解决电袍，人力我来帮忙。冰棒吃完，西瓜也冰透了，我一刀切开，红艳艳的瓜瓤。赵小文眼睛都亮了，快切块大的给孩子。晚晴说，我给赵小文、晚晴各递1块，自己也拿起1块吃。看着晚晴满头大汗，我开口，媳妇，咱买台空调和电冰箱吧，那得多少钱？俩家一起，顶多5、6千。空调买春兰，冰箱买万宝。晚晴迟疑，空调可以买，冰箱就算了，咱这老停电，东西放不住，买吧。孩子出生要吃母乳，有冰箱能存着，饿了温一温就好。晚晴点头答应。我吃完西瓜就出门去县里订了石膏板让老板送货，又订了春兰空调、万宝冰箱和2台电报，一趟花了小1万块。太阳下山，我带了2万块去老丈人家。晚晴指着没吃的西瓜，就拿这个。我调侃，媳妇，你可真是爹妈的亲闺女。转而摆摆手，西瓜不带了，我路过村部再买。我路过村部买了2西瓜、2瓶酒、2条烟，提着往老丈人家去，提着东西上门。苏支书很高兴，私下跟我说，一会酒我留下，爹你带走。不用，爹听我的，心意到了就行。丈母娘做了1桌子菜，4个凉的6个热的，原来是陪砖窑、沙子、水泥、木材的老板们一起吃。酒喝到8点多，清账时老板们按大客户价算，省了1000多块，送走老板。苏支书说，你那批建材现在买起码多花6千。我俩蹲在院子里说话，他问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订单多了，人力不够，得扩大规模，先把徒弟带起来。另外，我想在县里开个家具门面，招订单也能有个营业执照。苏支书眼前一亮，你师傅门下人多，是你能借力的资源，可他们被绑在大礼堂工程上，师傅也不认可我这组合家具。这个老家伙脑子不如徒弟灵光，我找他做做。苏支书顿了顿，还完账，家里还有钱没？没钱我给你拿。有，爹你放心，这次出去挣了不少。我只跟晚晴说带回来3万3，怕他动胎气。苏支书没多问，摆摆手，早点回去吧。我走后，苏支书哼着歌，见丈母娘在收拾碗筷，想帮忙却被赶走。猫尿喝美了，这么高兴？丈母娘问我为咱闺女高兴，我这辈子最有成就的事就是给她挑了个好人家。好什么好？房子破你闺女吃的素蛋，身子都不附台。丈母娘说着就哭了。苏支书吹胡子瞪眼，小吴买那么多红砖
砖沙子，不是给咱闺女盖新房、做家具挣钱容易，男人出去打拼怎么了？总比苏建军、苏建强强，现在就比他们强。老两口对了几句，不欢而散。丈母娘心里却没芥蒂。第二天7月12号，石膏板送上门，我叫上张宝俊，给家里3间正房做吊顶，半天就完工了。紧接着，电报、空调、冰箱也送来了。我让张宝俊把电报拉去工厂，让老冯和潘师傅安装。冰箱放堂屋，空调让师傅装在东厢。空调调试好，吹出凉风。赵小文欢快地拍手。这时，丈母娘来了，走进堂屋，感受着凉风，终于认可了我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我就不能来吗？妈，你看咱家空调、冰箱都有了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怕你营养跟不上。妈，你看，婉晴拉开冰箱，现在咱家每天伙食费10块钱，有鱼有肉。那这篮鸡蛋我提走了。丈母娘做事要走，妈，都到饭点了，想走没门。婉晴拉住她，我把堂屋的玻璃门搞好，洗了把脸，先将就用，来年推翻重盖，再统一规划，这已经很好了，比城里人都不差。婉晴笑着说，这一天得耗多少电？丈母娘问。妈，再耗电也得耗，什么都比不上婉晴舒坦。吃过中饭，我去了工厂，提了2个西瓜，让众人歇着吃。我问潘师傅，你们下围村还有没缺活干的木匠好手？有不少。老冯也抢着说，我也能找来，必须靠得住，手艺不能差。我回去琢磨琢磨。潘师傅说，老冯也跟着点头。下午3点，众人起身干活，我指导徒弟们新技术。晚饭时，三姐2口子来了，带了西瓜和甜瓜。赵小文连忙迎上去，一听要带她回家，立马躲到婉晴身后。三姐，别为难她了，小文在这挺乖的，可总在你家也不是事，你身子越来越重了。众人进堂屋，三姐感受到空调凉风，看赵小文的眼神满是白养了。我招呼他们一起吃饭，三姐不肯，赵铁柱也不动。突然跳闸了，空调、冰箱都停了。三姐夫，一起吃吧，今晚够呛来电，菜不吃就得倒。婉晴也劝三姐多少吃点，不然这么多菜都得进我肚子，我怕养太胖不好生。三姐坐下来，婉晴加强营养必要，但别吃太胖，适当活动对娘仨都好。我给赵铁柱满酒，他开口，听潘师傅说你人手紧，要招人，招人的慎重，你这家具在县城独一份，人越多泄露几率越大。赵铁柱说，我看你宁愿挣慢些，也别冒进，你现在也不差钱。三姐夫，人胃口大了，小打小闹提不起劲，再说就算保密，迟早也会被模仿，藏着掖着没用，你要是想找，我可以帮忙，但人多了我没法打保票。先喝酒，这是我在琢磨。晚上停电，我俩躺在席梦思床上睡不着。婉晴说，晚上你跟三姐夫说的事，我有个想法，你要不要听？我媳妇说的，肯定听。你打一件家具能拆成几道工序，何不把不同工序分给不同木匠，让他们交办成品，再由工厂最后组装？我瞬间豁然开朗，这办法既分散人力，又能保密，比单靠信任稳妥多了。一大早，我被赵小文叫醒，他哭着指着手臂，上面被洋蜡子折得通红微肿。舅舅，疼！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。赵小文立马绷住，可眼泪还是忍不住往下掉。婉晴翻出虎膏药，用这个把洋蜡子毛毛粘出来。周苗苗揭穿，舅舅以前就给我们搓蚂蚁菜汁液糊上面，没用吗？我问，好像没用。婉晴动作麻利，用膏药粘了好几次。赵小文还没来得及龇牙咧嘴就撕完了，还疼不疼？好了，赵小文说，过来，用肥皂水洗洗。婉晴拉着他去洗手，院子里满是落叶，昨晚刮了大风，是台风天来了。婉晴扫了一半地，就去处理赵小文的事。我拿起扫把继续扫。早饭是南瓜粥、馒头、咸菜，每人1颗鸡蛋。吃完，我推出28大杠问赵小文，回家不？我送你。赵小文往后缩，婉晴递来雨衣，别逗孩子了，今天有暴雨，把雨衣带上。到了三姐家，赵小武正趴在小板凳上写暑假作业，三姐在拆洗棉被。三姐夫呢？去村里开防洪防汛会了，找他有事。昨晚婉晴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我跟你说，我把工序分工的想法告诉他。三姐点头，这是得让你三姐夫找你四姐夫。四姐夫那边说得通吗？他历来一心为公，屁的一心为公。前几天我还钱给他们，心里指不定多动心，说不定正盼着你三姐夫上门。我打算在县城开个家具门面，展示组合柜。席梦思以后还想上组合沙发，那得花不少钱，还得交税。现在我巴不得能交税。行了，我跟你三姐夫说，天气不好，你早点回。我摸了摸赵小武的脑袋，想跟我走步。赵小武满眼渴望，却不敢开口。我劝三姐，就让他跟我回去过几天吧。婉晴身子重，一个赵小文就够麻烦了，再添个赵小武还得了，虱子多了不愁。快拿他衣服，一会下雨了。三姐松了口。路上，赵小武突然说，舅舅，将来我会好好孝敬你。舅舅等着。回到家，瓢泼大雨就下了起来。我刚进门，就看见四姐家的陈文强和陈文雅俩人是来打前站的。我摸了摸陈文强，你俩咋来的？陈文强嘿嘿躲开，陈文雅抱住我，舅舅，人家想你了。我走进灶房，婉晴和周苗苗正在烧饭。媳妇，来了这么多孩子，你受累了。周苗苗抢先，舅舅，舅妈母性泛滥，对文强和文雅可客气了。我朝外面喊，陈文强过来烧锅。陈文强乖乖跑过来，接过烧火棍，这才是招待这帮孩子的正确方式，别把他们当客人。陈文强一来，反倒趁得周苗苗勤快懂事。中饭时，大雨稍歇，我看着外甥女们排满一桌，就知道每天10块钱的鱼肉钱不够用了。饭后5个孩子分2处午睡，我卷着裤腿，踏着拖鞋去了村部工厂。3台电报开得正欢，仨徒弟各有模样。张宝俊能独立用电刨，就是开线不准。李六彪惯使斧头，不肯学电报。刘明军想学，却因早上开坏料子不敢上手。我让他们用废料多练，别熄电。潘师傅停了电报，拉我到廊檐下递了根烟。林老板，我找了俩人，你哪天有空见见？那就明天。我一口应下。潘师傅意外，抽完烟就进屋干活。我刚要起身，老冯鬼祟祟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潘师傅找的人，你千万别用。为什么？他带人来就没安好心。我有数。跟老冯聊完，我直奔老丈人家。县城门面有赵铁柱、张洛，我主要想问问个体工商执照的事。刚到苏家，就见苏建强2口子带着俩孩子来蹭饭。苏建强开口就问：爹，林建国真把红砖、沙子、水泥的材料费结清了？他没结清，是我结清的。老苏头没好气地说。苏建强蹭地站起来：爹，你怎么能帮他出那么多钱？那可是小2万。蒋凡频频
停扯他裤子，他才懵懵懂懂坐下。老苏头更气，对我还帮他买了空调、冰箱，添了2台电报。苏建强挠头，爹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出去不到2月，该不会干了犯法的事吧？老苏头把烟袋锅往桌上一磕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，你自己没能耐，别盼着别人不好。正说着，我进了门，苏建强2口子满脸客气，凑过来问妹夫，婉晴还好吧？外头做什么生意这么挣钱？没挣多少，机缘巧合倒腾了点国库券，挣了点小钱，都花在天大建和工厂了。国库券那玩意不是没人要吗？我没再多说，免得他们误入歧途。老苏头趁机打断，过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说明想办工商执照的事。老苏头皱起眉，说这事得捋捋。我说完就走。苏建强2口子也立马带着孩子告辞。老苏头不忘提醒，你们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林建国能挣的钱，你们未必能挣。从村里回来，路面漫了不少水，偶有小鱼虾游过。刚到家就看见院角红砖之间挂着一溜扒了皮的青蛙，还有2只癞蛤蟆。不用想，准是陈文强干的。我叫出陈文强，他扫眉搭眼不吭声。我回屋翻出鱼线、鱼钩和竹竿，指挥他，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些青蛙带上。赵小武急着举手，舅舅，我也要去。行，你提个桶。我指着赵小文，你不行，老是在家待着。我们没走远，穿过稻田埂就是石子路，南边有条3米多宽的河渠。我选好地方，陈文强递来1只青蛙，我3下5除2套在鱼钩上，一甩就下了钩。刚要开口问他在哪逮的青蛙，就感觉有鱼咬钩。我一提竿，一条黑鱼跃出水面，伸手一抄，稳稳抓住，掂了掂有5、6斤。我用稻草穿起来，交给赵小武。第2钩我让陈文强自己穿2，他做的有模有样。我甩竿出去，刚歇口气，又有鱼咬钩，这次劲用小了，黑鱼拖着鱼竿在水里拽。我卯足劲一提，好家伙，得有10来斤，费了半天劲才抄上来，也交给赵小武。后面2竿只钓了2条拇指粗的黄鳝，听说孕妇不能吃，就打算送人。7只青蛙，钓了3条黑鱼，4条黄鳝，就那只癞蛤蟆没钓着东西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严正警告，以后没我跟着，敢来河边玩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，听见没？陈文强吓了一哆嗦，赵小武忙不迭点头。到家后，我挑出那条10斤的黑鱼处理，大黄在旁边摇尾巴等着，切好鱼片，我端着离开，大黄立马凑上去吃内脏。陈文雅跑过来，舅舅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今天舅舅露一手，让你们看看国宴级大厨水准。婉晴瞥了眼鱼片，回头对周苗苗说，苗苗，明儿该打油了。陈文强自告奋勇，舅妈，明天我去打吧，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我打的。我点头示意，婉晴才应允，好吧。晚饭时，一盆水煮鱼端上桌，分量十足，孩子们狼吞虎咽。婉晴不好意思抢，我就抢了往他碗里拨。一顿饭下来，其他人都饱了，就我没吃饱。洗完碗，所有人挤在席梦思床上看电视，孩子们挨个去院子洗澡。赵小文由赵小武带着，陈文雅坚持自己洗，孩子们洗完就抢电视。我一声不吭调到中央一套，所有人都老实了。9点钟后，孩子们都睡了，院里只剩蛙声。第2天，潘师傅带了2位师傅来，姓张和姓陈，都是35、6岁。我考了考他们的眼力和手艺。张师傅手不稳，眼力差，我给了他1包烟，让潘师傅送他走。后来听潘师傅说，张师傅烂赌，手艺差还想糊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机会。潘师傅回来后，我当着众人宣布，工厂招人先就这样，活儿大家抓紧赶，过阵子会有调整。老冯暗松一口气，潘师傅却有些汗颜。我没多说，带着仨徒弟埋头干活。张宝俊能独立完成组合柜大部分工序，就是不够熟练。刘明军切板、陶板堪比老师傅，却搞不懂复杂榫卯。李六彪脑子活却不用功，2人凑一起能顶一个熟练木工。我不催，让他们慢慢练。工厂多了贺师傅，我在工厂干了整整1周。这1周，工厂交了2单席梦思和1单组合柜。我观察到，贺师傅不总跟潘师傅扎堆，还能跟老冯聊上2句，是个有阅历的人。我常找他交流，他聊过几次后，没了最初的傲气。想不到林老板年纪轻轻，对木匠行有这么深的见解。我师从孙四爷，他教了我不少。贺师傅皱了皱眉，没再多说。这1周里，我找了5、6位木工师傅拿组合柜、席梦思的半成品样品让他们试做，最后选了3位，签了长期代加工协议，其中就有陈文强的二叔陈振远，是4姐夫举荐，赵铁柱联络的。代加工定下来后，工厂做了调整，半成品误差在合理范围就不影响组装，用3合板贴面，简化精加工和雕工，贴统一标贴画，省时又高档。7月底，我给3位师傅结算工资，也给徒弟涨了补贴。宝俊补贴涨到100块，明军、老六你们75，有意见没？刘明军拍着李六彪，师傅，六彪也有资格拿100，我能看不出来？我不光看能力，还看努力。我看向刘明军，你也多想想，脑子能不能再灵光点？我盼着你们早点独当一面。出师，张宝俊疑惑，师傅，都说木匠得3年零1个节才能出师，你是不是高估我们了？万变不离其宗，以后做别的家具，你们慢慢体会。徒弟们领了补贴都高兴，我合了账，代加工成本虽涨，但效率提升，总收入还是涨了，只是订单交付快了，后续订单跟不上，城里门面必须尽快开。老丈人和赵铁柱那边都没头绪，我带了条烟，直奔3姐家。傍晚7点多，赵铁柱还没回，3姐连饭都没做。幺弟，你吃了没？没吃我做，你跟你3姐夫整2盅。我刚要推辞，赵铁柱回来了，冲我使眼色，整2盅吧。幺弟，3姐很快做好饭。我和赵铁柱喝了几盅，聊起正事，门面的事。百货公司有个体户承包柜面，抢的人多，没条子拿不下来。我正在找关系。赵铁柱说，营业执照好办，但得找人，免得被投机倒把办公室盯上，政策不明朗，容易出问题。行，3姐夫，你理清关系，我来出面。8月一到，天气明显转凉，后半夜甚至不用开空调。孩子们知道疯玩的日子不多了，变得格外乖。缸里的水自动满了，院子扫干净了，也不抢电视了。早饭过后，周苗苗骑车上县城，按我的意思找会踩缝纫机的姐妹。工厂代加工后，席梦思配套赶不上进度，婉晴身子重，压力全在苗苗身上，得再多招几个人。苗苗刚走，朱大妈就来传话，婉晴啊，支书让你男人过去一趟，看那样子挺生气，你们悠着点。婉晴问朱大妈，你知道我爹找他什么事吗？俺不知道，就知道支书气坏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婉晴拉着我俩慢慢往苏家走，到了苏家门口聚了不少人，苏支书的怒火老远就能听见。院子中间站着垂头丧气
气的苏建强和撒泼耍赖的蒋凡。我护着婉晴坐下，小声问：“爹，啥事这么生气？你问他。”苏支书气冲冲地指了指苏建强，苏建强扭着头不说话。蒋凡哭天抹地喊着不想活，我只好问丈母娘：“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秀英叹气：“还不是老二，听说你倒腾国库券挣钱，就把家里4000多块积蓄全带出去，结果收国库券时被人抢了，连路费都没剩。爹，人没事就好，财去人安乐，你别气坏了。”没想到蒋凡突然吼道：“我们当初都是信了你的鬼话，才去倒腾国库券的。”婉晴一下子站起来，脸色发冷：“二嫂，我姑且还叫你一声二嫂，你俩去倒腾国库券，是我男人请的，还是逼的？”蒋凡梗着脖子不吭声：“你要是能证明我男人指使你们，我立马赔你4000块，别自己想学我男人的本事，被外人坑了，不敢找人家算账，反倒想把屎盆子扣他头上。”婉晴语气坚定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男人的本事你们学不来，这屎盆子别想扣我们头上。”说完，婉晴对苏支书说：“爹，今天你就多余叫我们来。”我忍着笑跟老两口道别：“爹妈，我陪婉晴先回去了。”路上我一个劲劝婉晴别气，免得动胎气。她忽然笑了：“我没生气，二哥这是纯属活该。以前他说你没本事，现在偷学你还赔了钱，这不就是打自己脸吗？你刚才那句我男人的本事你们学不来，我听着真舒坦。不过别太激动，你现在身子要紧。”婉晴笑着散步：“对了，你挣了108万的事，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？”我下意识辩解：“什么？我没有啊，4个存折，3个25万，一个30万。媳妇，我不是故意瞒你，是怕惊动你和孩子。”我知道。婉晴得意道：“要不怎么说我男人的本事他们学不来呢？”苏家院里，老苏头气得点不着烟袋锅，踹了苏建强一脚：“我当初就告诉你，别学林建国，他的本事你学不来，你就听你媳妇的，眼高于顶，不听人劝，滚滚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们。”我和婉晴刚到家，苏支书就跟来了，我让陈文强倒热水递烟给他，他推了回来，屋里没烟味，他不想添麻烦。婉晴笑着说：“爹，自打我嫁过来，你可是头一回登门，我妈都来了好几回了。”苏支书吹着空调，摸了摸冰箱：“你这小家搞得不错，你妈跟我说了好几回。”他喝了口热水，今天叫建国去，是想让他说说倒腾国库券的难处，打消老二那种别人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念头，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我连连点头。婉晴却道：“依我说，你就是对二哥心存幻想，他要是能听劝，也不会在这跟头，吃了大亏，说不定能长点记性。”苏支书长叹：“但愿如此吧。”他话锋一转：“我最近听说别的村有人仿制你的组合柜和席梦思，你得上点心。我并不意外，利润高就会有跟风的。看来县城门面必须尽快开，树立品牌。”夜里，席梦思床上，婉晴枕着我的胳膊问：“我发现你存折后，一直想问，你都挣了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找个城里姑娘，反倒回来找我这个农村妇女？你当初不也放弃嫁城里人，选了我？这不一样，那可是100万，没有你，我挣不了这么多。你旺夫，有道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别闹。”周苗苗跑了3天，找来了10多个服装厂的姐妹，我相中5个，开了100块工资，她们都很高兴。队伍大了，家里放不下，我跟苏支书说，在工厂隔壁找了间宽敞屋子当场地，场地有了，缺缝纫机，我带周苗苗去百货公司订了4台，161块一台，又花10块钱请人送货。路过夏围村，我让周苗苗先回去，自己去了三姐家。三姐说：“你三姐夫去村部了，他留了信，找了个关系，这条线上的人你都熟，你亲自去跑最合适。”我接过纸条，原来是和老先生的关系，他是宋主任的老丈人，刚从县领导班子退下来，转到人大养老，我请他们吃顿饭，三姐夫也一起去。三姐喜出望外：“幺弟，你有心了，你三姐夫想往乡里活动活动，能搭上这条线就妥了。和老先生转人大了，会不会人走茶凉？不会，乡镇人事调动，他还说得上话。就算不管用，只要他指条路，该花钱花钱，该请客请客，我全力支持三姐夫。”从三姐家出来，我直接去了机关大院，找宋主任家的和大姐说明情况，他满口答应。隔天晚上的饭局，我给何老先生备了厚礼，也给赵铁柱备了一份。何老先生听了我的事，当场答应帮忙，本就是政策内的事，他没为难。说起赵铁柱想上调乡里的事，何老先生提点，从村支书到乡里，未必有你想象的那么风光。赵铁柱诚恳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想进步。”饭局结束，赵铁柱喝醉了，我把他的28大杠系在饭店，叫了辆面的送他回家。饭局第2天，我就拿到了批条，凭着条子找百货公司卢经理，立马拿到一块40多平的柜台，地方不小，就是在5楼，没电梯，位置偏，对面还是均价2000块起步的进口席梦思柜台，但300块1个月，包了所有杂费，我知足了。柜台得找个自己人盯着，婉晴怀孕不行，一时半会没合适人选，我从工商所拿了执照，路过夏围村去了三姐家，她也没推荐。回到家，婉晴见我愁眉不展，问琢磨什么呢？事情办得不顺？那倒没有。我坐下道：“百货公司那边我们得出个人，我琢磨着太年轻不行，太没形象也不行，不知根知底的更不行，这人一时半会的还真不好找。”婉晴眼睛一动，我倒是有个人选。谁？媳妇你快说。我大姐。我没表态，就看着她。婉晴絮道：“你听我说哈，大姐她不年轻了，跟着郑校长耳濡目染的，待人接物、人情世故什么的，她都拿捏得死死的。大姐她一直都注意保养，形象也还不错。她是我姐，对我还不错，值得信任。”我皱着眉，关键大姐夫贵为校长，会让大姐出来抛头露面吗？这你不用担心，她早想着从家庭走向社会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可是大姐她会不会有一点点胖了？你什么意思？等我将来生了孩子，你也要嫌弃我胖是吗？我心里一慌，忙说：“我去村里工厂看看。”这事你先跟大姐说说，看她愿不愿意。你站住，你回来。我乖乖站住，转身回来。婉晴递过来一张纸，这是大姐家电话，你到村部打个电话把她叫回家来，我再跟她说。我这就去。到了村部，李会计和老许头在，我散了烟，打了电话，苏丽华接了，语气先意外后释然。挂了电话，我进了工厂，百货公司要样品，工厂转型后不缺完工的组合柜和席梦思，我指定了一套，让贺师傅负责收尾。隔壁缝补工厂，周苗苗带着姐妹忙得满头汗，明天我带台落地扇过来，大家再坚持坚持。离开时碰到苏支书，我递了烟，爹，我一直免费占着村里地方不好，你多少收点租金，免得落人话柄。苏支书很欣慰，问了几句柜台的事，就让我走了。我到家
家时，苏丽华已经来了，心烫的大波浪，还戴了蛤蟆镜，打扮得很时髦。妹夫，你是不是欺负小妹了？我皱皱眉，她却很快反应过来，难不成是有什么好事？我让她进门，没多嘴，姐妹俩在灶房做饭，嘀咕了半天。苏丽华端着菜出来，路过我身边停下。我妹说的是，我答应了。不过妹夫，是你嫌我胖的吗？我拿烟看着她，没说话，她却笑了，眼光不错。我确实胖了，不过为了给你撑门面，我会努力减减，保持良好形象的。所以我的工资怎么算？无底薪，按销售额1500提成。我故意去掉了底薪，等着她还价。没想到她略一沉吟，咬咬牙，好，这工作我干了。中午我们仨一起吃饭，苏丽华洗完碗才走，说好明天去上班。她走后，婉晴问没底薪会不会太过了点？我摊摊手，我也没想到大姐会答应，看来她是真想干出点成绩，证明自己。她确实太急于证明自己了，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在背后说你乌八皮。不会吧，这么严重？以我对大姐的了解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咱们都是亲戚，有什么话当面锣对面鼓的，何必背后玩这一套呢？你是老板，他哪有把握玩得过你？更何况我爹都把你夸上天了，大姐也不敢明着来。但愿咱们的兴旺家具销量好点，最好如此。8月中旬，外甥女们该回家了。陈文强一脸不情愿，陈文雅哭出了声。婉晴拿出新衣服，也没让他们笑。中午吃了顿丰盛的饭，俩孩子一边哭一边吃。吃完饭，陈文强拉着婉晴的手，舅妈，小弟弟小妹妹出生的时候，我可以来看他们吗？婉晴面露为难，那时候你们还在上学，恐怕不行。那等他们满月了，我能来喝喜酒吗？那时候你们应该也在上学。我好难过，我舍不得你。舅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舅妈了。我提醒，我是他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舅舅。舅妈，最好最坏都是我们。舅舅，我没那意思，快走吧。舅舅，你有了小弟弟小妹妹，会不会不让我们来了？陈文强，腿长在你身上，舅舅拦得住你吗？陈文雅嫌他烦，拉着他就走。隔天，三姐家的俩孩子也该走了。赵小武撇嘴装可怜，赵小文赖着不走。小文，你回去乖乖上学，好好学习，舅舅保证一到放假就把你接过来。那舅舅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家里清静下来，我陪着婉晴，时不时对着她的肚皮跟孩子说话。你笑什么？我这是胎教，我严正声明。婉晴笑着，满脸母性光辉。七夕这天，张宝俊找到家里，师傅，最近工厂的订单爆了，立木、横木、床领子这些半成品都有些供应不上，怎么回事？是百货公司那边，起初只有1-2单，后来变成了3-5单，而且持续1周的居高不下。工厂的几位师傅都觉得有些压力了，没想到大姨子这么快就把订单做起来了。通知陈师傅那3人那边加大供应量，另外工厂这边看各位师傅能不能加个班，加班费跟以前一样2块钱，顺便我再找人，看能不能给工厂增加些人手，打发走张宝俊。我放心不下婉晴，正好张秀英拎着鸡蛋过来，去忙吧，我在这儿，谢谢妈。我骑车直奔百货公司，见到苏丽华，我眼前一亮，她瘦了点，还化了淡妆，配得上陈瑜这个名字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大老板吗？您还知道来呀？她语气阴阳怪气。大姐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不来，主要是听了婉晴的话，信任你的能力，能管好柜面这1亩3分地。如今看来，你确实管得挺好，而且业绩稳步上升。她脸色稍缓，把记账本甩过来，信你的鬼话。我翻开账本，订单涨势很规律。大姐，说实话，你这么快就把订单做起来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。短时间内能维持这样的势头就挺好，工厂那边的产能也要跟着调整一段时间，才能彻底跟上。我顿了顿，再说了，以这样的销量数据，这个月你至少能拿300块工资提成，不比大姐夫当校长高吗？她一下子笑了，超过他那个臭老九还不是轻而易举。他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妹夫，其实我有个想法，还能给咱们多弄些订单。那你说？他把想法说完，见我刻意保持距离，气羞羞的，你至于骂你？我能吃了你？不是的，大姐，我朝何亚那边努嘴，我觉得这是不值当冒险，但你可以先稳住何亚，咱们这边业务将来免不了要做大做强的。他收回目光，也觉得冒险。这时有顾客上来，我趁机起身，大姐，你只要保持这样的订单量，下个月一整个月提成超过500也不是难事。他眼睛一亮，行了，你先忙吧，我走了。那啥，你慢走。从百货公司回来，我直接去了工厂干活，老师傅们都在加班，我也得身先士卒，还得教3个徒弟，忙到天黑。我提前回家，到了家门口的石子路，见一个人影在抽烟，鬼鬼祟祟的，什么人？我骑车冲过去大喝，对方吓了一跳，林老弟，你回来了。我定睛一看，是魏兄啊，你跟这儿站着干啥呢？怎么不上家里坐坐？魏大成摆摆手，我去过了，弟妹说你不在家，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了一会。那你是有什么事？我递了2根烟，这事说来有点说不出口。你说，我不想在大礼堂干了，想问问你那儿缺不缺人？我正缺人呢。魏兄，你要是想来，我肯定欢迎。我顿了顿，不过师傅那儿你可得有个交代，免得师傅他老人家怪我跟他抢人。魏大成一脸轻松，那不会，师傅那人手多着呢，不差我一个。那行，明天你直接去我工厂，走，回家坐坐，咱俩弄2盅。不了，我也该回了。目送他远去，我进了院子，刚要叫媳妇，就听到堂屋里传来呜咽声。我快步冲进堂屋，是陈文强在哭，这孩子被打得离家出走，跑了10几里路过来，要是出点事，四姐得急疯，因为什么事打你的？陈文强凄凄爱爱，我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了句你比他有钱。你恐怕不是这么说的吧？至少不会是这种语气。他心虚的低下头，我一拍膝盖，行了，跟我走，送你回家。婉晴心疼，今晚就送回去，不还是得挨打吗？不送回去，四姐他们得急成什么样子？陈文强不想走，却不敢违逆我。婉晴摸摸他的头，回去别再跟你爹犟了，听到没？他点点头，坐上我28大杠的后座。半个钟头后，我们到了四姐家，大门开着，堂屋亮着灯，却没人。我叫了声门，陈文雅探出头，谁啊？我是你舅。他飞奔出来扑进我怀里，爹娘，大哥都出去找小哥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家。我怕不怕，舅舅来了。没多久，陈文勇一瘸一拐的回来了，他腿有残疾，没找太远，一进门就想抽陈文强，见我在，连忙收手。舅，我招手过来，我看看你那腿。我捏了捏他的腿，说你这腿问题不大，将来做几次矫正手术就能跟常人无异了，别因此想太多，好好学习。陈文勇激动地问，舅舅你怎么知道？陈文强抢着说，舅舅现在是说1不2的大老板，
他什么不知道？前阵子我出远门，遇到个外科主任，他说你这种情况正在研究，很快就能有突破，不是什么难题。陈文勇激动的差点哭出来。又过了一会，陈振远回来了，连忙递烟。林老板，这条皮孩子居然惊动了您，没啥，毕竟是我外甥。我摸了摸陈文勇的头，陈文勇眼里含着泪，我递给他一根烟，不许哭，男子汉大丈夫的。他猛吸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眼泪也咳了出来。我拍拍他，跟陈振远聊起供货的事。很快，四姐林翠萍冲进来，揪起陈文强的耳朵就打，我没拦着，他也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随后陈大柱进门，一股邪气上来，抬脚就踹陈文强，我伸手一拉，把孩子护在身后。够了！陈振远连忙拦住陈大柱，四姐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四姐反应过来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做。我对陈振远道，陈师傅，一起喝点。林老板都发话了，我恭敬不如从命。我掏出2张大团结给陈文强，去村口凉菜店买几个下酒菜来。他一溜烟跑了。陈文雅眼巴巴看着我，我也给了他钱，你也去，盯着你小哥，剩的钱买糖吃。我又对陈文勇说，去把你爹藏的好酒拿几瓶出来，能灌倒他就拿几瓶。陈文勇很快拎来12瓶首都特区，我递了根红塔山给陈大柱，他不接。陈振远凑过来接了，打破僵局。我让陈文勇给陈大柱点烟，孩子手忙脚乱，陈大柱终于绷不住，自己接过来点上。聊天时，我发现陈大柱渐渐冷静下来，也听进去了我的话。孩子们回来，买了4个下酒菜，四姐也做好了菜，摆开酒桌。陈振远把陈大柱按在主座，我们俩隔着他坐。我让仨孩子也上桌，2瓶酒下肚，陈大柱就醉倒了。我和陈振远把他抬上床，对四姐说，四姐，这台阶我只能递到这儿了，剩下的得四姐夫自己走下来。反正我儿子闺女出生，你们家一个人也不能少，红包也不能少。四姐感激的说不出话。陈振远打哈哈，那必须的，到时候我们也沾沾喜气。不了，婉晴还在家等着我。我转身出门，回到家，我吃了2大碗饭，陪着婉晴睡了。转眼到了8月底，魏大成加入工厂，产能渐渐跟上了订单节奏，兴旺家具在县城也有了名气，不少顾客慕名而来。苏丽华领了第1个月工资305块，美滋滋的拍在桌上。郑长山推了推眼镜，这么多钱，小姨夫还真一分不少的给了。什么话？老娘凭本事挣来的，他凭什么不给？闺女郑笑笑揭穿，是妈妈刚开头那几天天天骂人无8匹。苏丽华老脸一红，强词夺理，其实他给我发这点工资算什么？你都想不到他1个月挣多少。郑长山慢条斯理，这不难想到，5%的提成意味着这个月销售额61000块，按4成利润算，小姨夫净挣24400，如果是5成，那就更高了。苏丽华叹口气，语气复杂，还真让我妹捡到宝了。9月里，苏丽华领工资没2天，就买了普通奶粉和新生儿旧衣服来看婉晴。我不在家，就婉晴、张秀英和她娘仨坐着。苏丽华问，幺妹，你知不知道你家那口子每个月挣多少钱？婉晴笑而不语。张秀英来了好奇心，苏丽华煞有介事地道，我家校长简单算了下，估计妹夫每个月至少赚24000多，多的话有可能超3万，就靠着卖家具。张秀英迫不及待地确认道。苏丽华点点头。张秀英絮道，这要是再加上倒腾国库券赚的钱，这不海了去吗？苏丽华再次重重点点头。张秀英追问道，闺女，你知道他总共有多少钱吧？他没瞒着你吧？婉晴开口，妈，大姐见过他没瞒着我，都跟我一一说过了。他还说了，别看咱们现在挣这些钱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投个新项目就都得砸进去，剩不下多少的。张秀英喃喃道，这厂子就挺好，为什么还要投新项目？没过多久，我大姐林秀珍装了半袋小米过来，正好碰上张秀英扛着一整袋小米进门。张秀英趁她不注意，跟婉晴吐槽，这大姐是亲的吗？居然只带了小米，而且是半袋子，她不知道自己闺女还在这边吃住的吗？婉晴压低声音道，妈，苗苗是个好孩子，她每月都给我交伙食费的，你别把她跟她妈扯一块。林秀珍坐了2个多小时不走，婉晴要叫我回来，也被她拦住。她趁我们做饭，在我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摘了不少茄子、豆角、南瓜。张秀英连忙客气，哎呦，她大姐怎么能让你忙呢？你歇着，这些我来摘就行。林秀珍把篮子一躲，别，落叶妈妈，这不是要炒的菜，这是……张秀英顿时不明白了，嘿嘿，是我看着菜地里结的太多，再不摘下来就老了，所以感情你准备摘了带回去的。嘿嘿，你知道咱们城里买菜要花钱的嘞，连颗葱都要钱，1分钱不让的了。那你先忙着。张秀英没好气的进了灶房，婉晴安慰，妈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那样人，爱占小便宜，人不坏。张秀英摇摇头，都什么人嘛，没办法，连苗苗都没办法。这时，四姐林翠萍驮着1尼龙袋大米，外加2瓶首都大曲进了门，瞥见林秀珍，揶揄道，大姐，你也不嫌累得慌。林秀珍恍若没听懂，我就这劳碌命，有什么办法？说着盯上了白酒，四妹，你大姐夫特爱喝这种北方白酒，要不你匀我1瓶。林翠萍连忙护住酒，你想也不要想，大姐，这是我今天专门给幺弟带的。林秀珍撇撇嘴，谁稀罕？张秀英和婉晴出来接林翠萍，婉晴感激道，四姐，家里大米确实不多了，你真是帮了大忙了。林翠萍把米放好，我们家几10亩地，里面多的是，弟妹你家缺了，随时让幺弟去驮。又拍拍手，你们在做饭，弟妹这身子多不方便，我来吧。婉晴刚坐下，三姐林桂芳就推着车子进门，婉晴迎上去，三姐，家里都挺忙的，你不用隔3差5的就来看我，预产期11月份还早呢。林桂芳扶着婉晴，没事，反正我也闲着，免得我幺弟有什么照顾不周的，毕竟我是过来人。不过今天这人来的是真奇哈，除了2姐没来，都到了。说着走到林秀珍跟前，大姐，你能不能把这些放下？要什么跟我回家摘去。不行，我辛辛苦苦摘的，为什么要放下？林秀珍说完就进了灶房，表婶怎么能让您受累？我来，你陪弟妹歇着去。张秀英跟婉晴感慨，别看就你3姐没带东西，可论真心，就她独一份。婉晴点点头，又反驳，谁说3姐没带东西？她早个把月就把宝宝东西买齐送过来了。灶房里，3姐掌勺，4姐烧锅。3姐问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林翠萍就把陈文强挨打，我送孩子回去喝酒的事和盘托出。林桂芳连连感慨，这世上幺弟做的真是没得说，反倒是你们家老陈，那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林翠萍无奈，不提他。
他，最近勇儿振作了好多。我仔细一问，说是舅舅鼓励的他，早晚能跟正常人一样。林桂芳点点头，别看妖弟年纪轻，很多事儿看得比你我都明白。小勇这事，你们谁关注到了？妖弟一句话，比吃什么药都好使，谁说不是？与此同时，百货公司5楼，苏丽华又拿下一单。何亚凑过来，姐，你注意到没？那人爬上来4、5趟了。那人是我二姐林玉兰，她假装路过。苏丽华主动上前，你好，你是想看看高档家具吗？林玉兰讪讪道，我看看，随便看看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高档组合柜，采用名贵的3合板蒙面，内衬实木打造，结实耐用又美观好看，很多城里人娶儿媳、嫁闺女都会来买一套。这一套多少钱？咱们的高档组合柜价格公道，只需要1200块就可以送货上门。林玉兰倒抽一口冷气，又问，这席梦思床呢？这个席梦思床专门配备了冬夏2用床垫，比进口的还先进，价格只需要800块，进口席梦思床垫还要2000块呢。那你们一个月能卖多少套？苏丽华警惕起来，卖的还行，挺受欢迎的。对了，你想要几套？林玉兰挥挥手，我就随便看看，随便看看。说完就走了。苏丽华跟何亚抱怨，这人很奇怪，该不会是来打探消息的商业间谍吧？何亚也附和，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像。苏丽华咕哝，可我总觉得这人脸熟。晚上，我和周苗苗回到家，纳闷这不年不节的，怎么聚得这么齐？张秀英起身要走，我得赶回去给你爹那老东西做饭。林秀珍没走，想问问周苗苗一个月挣多少钱。周苗苗拉着她小声说，你怎么又来摘东西了？妈，你能不能给女儿留点面子？林秀珍理直气壮，我不是空手来的，我带小米来的，整整半袋子。那怎么有一整袋？那是落雁妈妈带来的。落雁妈妈，妈，论关系，你得叫一声表婶吧？她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我叫不出口。林秀珍又问，你快跟我说说，你一个月究竟挣几个钱？60，我早跟你说过800遍了，真的。你舅舅可就在这儿。我一问，可就拆穿你了。周苗苗一脸无奈，你问吧，随你弟便。林秀珍当即喊我，妖弟，苗苗是你亲外甥女，你给她开多少工资？我面不改色，每个月60，她是我亲外甥女没错，可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林秀珍转头对周苗苗伸手，那你每月是不是得跟家里交点生活费？妈，我都不在家住哎。林秀珍不依不饶，你还是不是我女儿？我生你养你这么大，到你回报的时候1毛不拔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个小没良心的！我开口交一半给家里，合情合理，算你尽孝心了。周苗苗道，那舅舅你得给我做个见证。林桂芳和林翠萍连忙点头，苗苗，我们都给你见证。从这月开始，周苗苗回屋拿了30块，我拦住她，指着林秀珍手里的篮子，这茄子我记得是你种的，这豆苗也有你的份，看看你妈摘了多少，从中扣除。这菜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林秀珍连忙摆手。9月天越来越凉，苏丽华心里却热得很。她第2个月提成拿了520块，回家就拍在桌上，阴阳怪气的使唤郑长山，郑校长，是不是也该你下厨一回，做顿饭给我们娘仨吃了？郑长山只能乖乖去做饭。吃完饭，苏丽华又说，郑校长，这碗筷你是不是也该洗一回了？说完换了衣服，提包就走。郑长山追问，你上哪儿去？看我妹去。苏丽华头也不回，她隔3差5就往婉晴家跑，包揽了不少家务，常和林桂芳一起照顾婉晴。10月20日，我坚持让婉晴提前住进县医院妇产科，棉戒子、奶粉都备齐了。婉晴还嫌浪费，一天10好几块，农村人又没医保，这钱全得自己出。10月26号，婉晴羊水破了，要生了。我打完电话就在产房外等，没多久，林桂芳和赵铁柱赶来，带了不少用品。苏丽华也匆匆赶到，连问开了几指了。我摇摇头。赵铁柱主动说，我去问问。随后，苏支书老两口和周苗苗也到了。张秀英跌跌撞撞抓住我追问，急得掉眼泪。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跟你没完。苏支书拽过她，呸呸呸，我闺女能有什么事？你不要胡说。要不是建国做主，让婉晴提前住院，现在指不定还在半路呢。相信老天，婉晴娘仨会平平安安的。周苗苗买了包子分给大家，我没胃口，一口没吃。终于，产房里传来啼哭声，护士抱出个娃娃。苏婉晴的家属是哪位？我连忙扑上去，恭喜啊！先出来的是个千金，5斤6两。我顾不上看孩子，急问我媳妇怎么样了？护士面无表情，产妇状态正常。5分钟后，又一声啼哭传来，护士又抱出一个，恭喜啊！第2个出来的是个小子，5斤2两。我又问我媳妇还好吗？护士眼里有了温情，产妇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累。周苗苗笑着说，一胎生龙凤，舅舅你好人有好报呀。婉晴被推出产房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媳妇辛苦你了。婉晴累得睁不开眼，只能眨眨眼回应。俩孩子饿哭了，可她奶水还没下来，只能先冲奶粉应付。张秀英一拍脑袋，我忘记烧豆芽汤了，没那玩意下奶，俩孩子得饿几天，大人也受罪。林桂芳拿出鲫鱼汤，先喝点这个，也管下奶。婉晴没力气喝，只想睡觉。我拍板让婉晴先休息，俩孩子先用奶粉对付，不喝就饿着。苏丽华和周苗苗抱着孩子走开，还埋怨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爹，只顾疼媳妇不顾疼孩子。张秀英和苏支书回去烧豆芽汤，林桂芳留下来照顾孩子。3小时后，张秀英带着豆芽汤回来，见婉晴正喂俩孩子，她纳闷咋就突然下奶了。婉晴红了脸，我挠挠头，妈，是我请护士过来人工催的，没想到真有效。张秀英拿出2把长命锁，给俩孩子戴上。俩孩子睡熟后，我说爹妈、三姐、三姐夫、大姐、苗苗，你们都回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林桂芳劝我，你好几天没合眼了，今晚我替你，你回去洗澡睡觉，明天再来。婉晴也催我，我最终同意，带着周苗苗和老丈人、丈母娘一起回去。3天后，婉晴出院，我叫了辆面的，塞给司机50块红包，欢欢喜喜把娘仨接回家。回家后，张秀英全权负责婉晴的饮食，我插不上手，只能晚上给孩子换戒指。没多久就熟练了，俩孩子也长开了，不再是皱巴巴的小老头、小老太模样。与此同时，苏丽华10月提成拿了570块，回家彻底翻身做主。郑长山做饭去，郑长山把碗洗了。郑长山看他晚上化妆出门，多问一句：这么晚了，你去哪？老娘去哪儿？用得着跟你汇报吗？郑长山摔了抹布，苏丽华，你要是觉得这日子不能过了，趁早散伙。俩人打了起来，孩子拦不住，告到了苏支书家。苏支书先批评郑长山，
郑长山，你身为校长，文化人，别怪我先说你。今天这事跟你以前对丽华作威作福没关系，你要是没灌输谁拿钱多谁当家的规矩，能有今天？郑长山默然不语。苏支书又斥责苏丽华，丽华，别以为你挣得多全是自己的本事，要不是婉晴开口，建国能给你这么好的差事？你要是不信，我就跟建国说，扣你提成。苏丽华立马服软，别，我知道错了。郑长山也连忙表态。苏支书叹道，你们学林建国，他挣的是你们的多少倍？可人家骄傲了吗？反而更疼婉晴。老话说家和万事兴，他这样的男人能不发达？隔天张秀英说了这事，我听着笑了笑，继续给闺女换戒指。婉晴听完，眼里满是幸福。张秀英笑着说，瞧你那得意劲，妈知道你命好，眼光好。娘仨回家第3天，大哥苏建军和大嫂李云来了。李云拉着婉晴的手，一直听说你预产期是11月8号，我跟你大哥没什么准备，就买了点小衣服，再封俩红包，钱不多，你别嫌少。婉晴笑着收下，又让你跟大哥破费了。外头苏建军找我抽烟，欲言又止。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，别让我猜，我脑子笨。苏建军掐灭烟，丽华和长山打架的事，你嫂子知道了，催我来问问你，能不能给我也安排点事儿做做。大哥，我听说你在农机公司干得挺好，何必来趟我这浑水？大姐收入不错，但以后怎么样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苏建军为难，农机公司是稳定，可1年到头就那么点钱，效益也不如以前了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我这边的确有事要做，我顿了顿，但你要是没想清楚，我不敢让你加入，你拖家带口，跟大姐玩票不一样。那我回去跟你嫂子商量商量。好好商量。隔天一早，苏建军就来了，显然是想好了。我跟他说，兴旺家具在北港有了名气，下一步要进军周边县市，代理利润与其给外人，不如留给自家人。周边北阴市、北阳县、北红县，你在哪关系硬点？北阴市好一点，那就北阴。今后这儿的兴旺家具由你代理，我给你3个点提成，但我只负责供货、运输、销售全归你。苏建军惊喜，3个点，妹夫，你说真的？我提醒，北阴市咱们还是空白，需要你去开拓、宣传、推广都得做，所以我得给你多留空间。要是将来做大做强，统一宣传，我就收回1个点。苏建军跃跃欲试，那我先试试。行，去大姐那领合同签字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我坑谁也不坑你。送走苏建军，邮电局的人来了。3天前我交了5000块装私人电话，他们半天就装好了，调试完能通话。婉晴看着床头的红色电话，喜滋滋道：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咱家就差个楼上楼下了。等你出了月子，快入冬上冻了，年前肯定不行，明年开春立马安排，咱也提前步入小康。婉晴迟疑，这会不会太高调了？张秀英插话：现在谁不知道你家是万元户，想低调也不行，看来咱家得多养几条狗。要的。张秀英附和。我到工厂一提，贺师傅第2天就带来2条满月的狼狗崽子，胖嘟嘟的，棕黑毛发，耳朵立着，带回家头一晚，俩狗崽子跟俩孩子一样，叫了一夜。11月7号立冬，兴旺家具在北阳县、北红县的代理权也签出去了，提成5个点，代理人都笑眯眯的签了字。我腾出手扩大工厂规模，贺师傅介绍了俩徒弟，魏师兄也叫回1个徒弟，工厂人手多了，生产压力转到陈师傅那边，他们也赶紧招兵买马。张宝俊闲暇时问我，师傅，万一家具做太多，年关摆哪儿？摆顾客家里。11月天越来越冷，中旬下了1周小雨，下旬又下了场大雪，冻坏了不少菜。我家屋里却温暖如春，开着空调，给孩子换戒指也方便。一早我推开门，漫山遍野都是雪，还在下。周苗苗从西厢出来，缩着脖子，这样下去，后天俩孩子的满月酒，怕是来不了几个人。你晚上要是觉得冷，就跟你舅妈睡。我顿了顿，只要你夜里起来给表妹表弟换戒指。周苗苗果断摇头。我扫完院子里的雪，张秀英就到了，把我撵出去，自己做饭。婉晴刚探出头，就被张秀英骂回去坐月子。吃完早饭，雪变小了，林桂芳和赵铁柱来了，带来2大袋子满月酒的喜糖。满月酒还是流水席，厨子依旧找的胡厨子，规模和来宾名单跟结婚时一样。隔天雪停了。11月24号，俩孩子满月，我3点多就起床忙活。日头升高时，苏建军带人推来1车红鸡蛋。大哥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苏建军拍拍手，爹拍的板，他还担心不够。随后苏建强推来1辆平板车，上面绑着1蓝1粉2辆摇篮车。没多久，林秀珍拖家带口来了，连丈夫周学文和另外俩孩子都带来了。接着林玉兰也来了，换了新衣服，还带了丈夫王富根。四姐林翠萍一家子来的最晚，后面跟着陈振远。陈振远爷于陈大柱，哥，瞧见没？林老板如今的牌面比你大，你来不来，人家都不稀罕。陈大柱绷着脸不说话。我看着陈文勇仨孩子都来了，很高兴，摸摸陈文勇的头，快进去看看表弟表妹，沾沾你这文曲星的财气。陈文雅凑过来，舅舅，人家也有财气的，你呀，有的是贵气，那千万别让他们沾着二哥，他只有调脾气。好好好，快进屋拿喜糖吃，一会开席了。我把场面交给赵铁柱，自己歇了会。没多久，赵铁柱找到我，今天来的人出乎预料的多，至少再开5桌，晚上还缺10桌的食材和烟酒，抓紧开5桌，缺的东西给我单子，我去买。我带着刘明军仨徒弟，照着胡厨子给的单子去县城采购。中午的席面推迟了半个多钟头，早来的坐着等，晚来的站在院外等，大家都不介意，在雪地里抽烟砍大山。要说这人就讲究个时运，时运一来，挡都挡不住。怎么说？以前林家门庭冷落成啥样，如今呢，来得晚一点，连席位都抢不到了。要我说，这跟时运没关系，纯粹是林老板年少有为。这么说，跟他娶了支书的宝贝闺女没关系。苏支书多精明一人，要不是看上林老板的才华，能把最宝贝的闺女嫁给他。说的也是，林老板成家不到1年就立住业，还带着苏支书的大闺女、大儿子一起挣钱。不止这些，他还倒腾过国库券。我前阵子在报纸上看，南方有人靠这个挣了100万。